我出生时双眼便被2道剑印封死，20年来，师尊以本命剑意为锁，将我眼中的2道封印死死镇在黑暗深处。可就在今日，封印反噬爆发，我的心脉被剑气寸寸撕裂，连呼吸都像吞刀。宗门一休只留下一句话：若无至纯剑心镇压，林渊恐怕是活不过今晚。于是，师尊萧寒衣沉默良久，他遣散众人，亲手剖开胸口，取出了自己的玲珑剑心。没想到竟直接触发了系统提示：选择1，接受玲珑剑心加诛仙4剑，从此踏上无敌路，最终登临万界剑神之境。选择2，拒绝奖励，拔剑暴击系统，符合本系统绑定的目标，就可以获得各种逆天剑意法则。开什么玩笑？让我一个连剑柄在哪儿都摸不到的瞎子去拔剑，你瞎还是我瞎呀？首次拔剑必定触发10倍暴击，见状我心中大喜，没想到第一次爆率就如此逆天，正想随手摸根树枝试试这系统保不保数，可我的手还没碰到剑柄，一道道怒斥声就从我耳边骤然响起。林渊，你可知这玲珑剑心有多纯粹？寒衣封主为你挖心，你竟还迟疑？一个瞎子能得玲珑剑心，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来人正是大师兄陆惊鸿以及几名宗门长老，他们表面斥责我不识好歹，实则话里话外都在暗示，如果我不要，就该把玲珑剑心交给宗门。陆惊鸿更是冷声说道：林渊，玲珑剑心不是你这种废人能承受的，你若真有自知之明，便替萧师叔做个正确选择。我听见师尊气息紊乱，知道他现在连站稳都困难。我没有立刻动怒，而是伸手摸向他掌心的剑心。所有人都以为我要接受，可下一刻，我将玲珑剑心重新推回师尊胸前。我一字一句道：师尊的剑心，我不要。我林渊可以一辈子做瞎子，可以一辈子摸不到剑柄，但我的剑道不能从挖他的心开始。全场死寂。陆惊鸿先是一愣，随即露出冷笑：不要。那正好，此等圣物应归宗门所有。他说完，竟直接伸手来夺玲珑剑心。我看不见他的动作，却听见他袖中剑气破空，系统提示随之响起：检测到可绑定目标陆惊鸿，目标剑道执念，夺玲珑剑心，成宗门剑子。是否绑定？我心中冷笑，原来如此，他心里也藏着一把剑。我果断选择绑定。陆惊鸿出手极快，店内长老没有阻止，因为他们也想知道我这个瞎子到底是真不要玲珑剑心，还是故作清高。师尊强撑着想护我，却因失去玲珑剑心，灵力逆乱，晕了过去。我心中杀意暴涨，却必须冷静。系统要求拔剑，可我没有剑，我甚至不知道陆惊鸿的剑在哪里。陆惊鸿看出我的狼狈，故意将自己的惊鸿剑往地上一插，剑鸣清脆，距离我只有3步。他嘲讽道：林渊，剑就在这里。你若真有骨气，就拔出来给我看看。周围弟子哄笑，他连路都走不稳，还拔剑。萧峰主把剑心给这种废物，真是糊涂。我没有反驳，因为我确实摸不到那柄剑。我伸手向前，指尖擦过冰冷地面，差一点就碰到剑柄，却被陆惊鸿故意用剑气震偏。我的手掌被割开，血落在地上，屈辱感瞬间拉满。叶青离站在人群后，看着我满手是血，神色复杂。他曾经同情我，可此刻也忍不住闭了闭眼，似乎不忍再看。废物就该有废物的样子。你不配做萧师叔的弟子，更不配让他为你挖心。这句话彻底触到我的逆鳞，我忽然意识到，系统说的拔剑未必一定是拔手中剑。陆惊鸿此刻最锋利的，不是插在地上的惊鸿剑，而是他心中那股想夺剑心、踩死我的杀意。于是我不再摸剑柄，我闭着无用的双眼，顺着他的声音，猛地伸手抓住他袖口。陆惊鸿愣住：你做什么？我在心里对系统道：我要拔他心里的剑。系统沉默一瞬，随后提示：符合首次拔剑条件，拔剑对象陆惊鸿剑道执念。开始拔剑，刹那间，我听见一声只有我能听到的剑鸣，那不是实体剑出鞘的声音，那是陆惊鸿心中执念被硬生生拔出的声音。他脸色骤变，像是被人从灵魂深处抽走了一根骨头，猛地后退半步，而我掌心之中多出了一缕无形剑光。系统提示：首次拔剑成功，获得残缺惊鸿剑意，触发10倍暴击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无相剑意。无相剑意入体的一瞬间，我眼前依旧漆黑，可我第一次听见了剑。我听见陆惊鸿腰间剑鞘在颤，听见长老指尖暗藏剑气，听见师尊胸口那枚玲珑剑心正在虚弱却倔强的跳动。我缓缓站起身，陆惊鸿震怒，强行压下心神不稳，拔出惊鸿剑朝我刺来。他想在众人反应过来前废了我没有躲，我只是抬手用2根手指夹住了他的剑锋。全场哗然，店内所有人都被我2指夹住惊鸿剑的一幕镇住，尤其是那些刚才嘲笑我的弟子，此刻一个个像被掐住喉咙。他们明明亲眼看着我在地上摸索，手掌流血，可现在陆惊鸿的剑却被我稳稳夹在指尖。陆惊鸿不信邪，疯狂催动灵力，惊鸿剑爆发，刺目剑芒，店内剑气纵横，逼得不少弟子后退。我看不见剑芒，却能听见他们的诡计。无相剑意的强大之处就在于不拘形象，别人看剑光，看剑招，看剑势，而我听见的是剑的呼吸。陆惊鸿的剑看似凌厉，其实乱了，因为他心中的那缕惊鸿剑意已经被我拔走一部分，他的剑不再完整。我轻声道：陆惊鸿，你的剑在抖。
此话一出，陆惊鸿脸色更加难看，因为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惊鸿剑真的在抖。他恼羞成怒，竟然动用杀招惊鸿一现，直刺我咽喉。师尊强撑着喊我名字，叶青离也忍不住惊呼，可我只是侧身半寸，剑锋贴着我的喉咙划过，割断一缕发丝，然后我屈指一弹，叮！惊鸿剑发出一声哀鸣，陆惊鸿整个人被震退7步，满殿死寂，一个瞎子，一个宗门公认废物，竟然正面震退了清玄剑宗首席弟子。陆惊鸿还想再战，却被一名执法长老拦下。那长老表面呵斥陆惊鸿失态，实则冷冷看向我。玲珑剑心乃宗门重宝，萧寒衣私自挖心赠徒，以坏宗门规矩。而你既然拒绝融合剑心，就必须将剑心交由宗门保护。我听懂了，他们抢不过，就开始讲规矩。师尊虚弱道：玲珑剑心是我的，不是宗门的。萧寒衣，你身为清源剑宗宗主，一身修为皆得宗门供养，你的剑心自然也该为宗门大局考虑。这句话极其无耻，我正要开口，脑海中系统忽然提示，检测到玲珑剑心正在离体衰败，若3日内无法归位，赠心者剑脉崩毁。我心中一紧，原来就算我拒绝融合，师尊挖出的剑心也不能长期离体，我必须尽快让剑心回到师尊体内。但眼下众目睽睽，只要我表现得太强，宗门高层一定会更加警惕。我对执法长老说道：既然长老说规矩，那便按规矩来。清玄剑宗有一条旧规，弟子若对长老裁决不服，可上问剑台以剑问。我林渊3日后上问剑台，若我输了，玲珑剑心交于宗门处置；若我赢了，宗门不得再碰我师尊剑心。除此之外，剑池须赐补天剑路。你还敢提条件？玲珑剑心离体3日内，若不以补天剑路接续剑脉，师尊剑道根基必毁。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按规矩，那便把规矩说完整。我败，剑心归宗门；我胜，补天剑路归寒一峰。若我赢后还有人敢动我师尊，我便拔了谁的剑。这番话一出，满殿哗然。陆惊鸿冷笑，他觉得我能挡他一剑，不过是侥幸。3日后问剑台，他一定能当众废了我。好，既然你林渊执意如此，3日后问剑台，3日后问剑台，本长老准了。执法长老也答应下来，因为他们正好可以借问剑台，把我和萧寒衣一并压下。只有师尊抓住我的手，低声道：林渊，你不该为了我。我反握住他冰冷的手。师尊，这一次换我护了。回到寒衣峰后，师尊彻底昏迷。我把玲珑剑心放回他胸前，却发现剑心无法归位，因为挖心容易，补心难，需要一种名为补天剑路的灵物，才能让玲珑剑心重新接续剑脉。而补天剑路只有清玄剑宗剑池才有，剑池由掌门一脉掌控。陆惊鸿正是剑池首令弟子，也就是说，3日后的问剑台，我不仅要赢，还要赢到他们不得不给我补天剑路。叶青离悄悄来到寒衣峰，陆惊鸿已经放话，3日后不仅要赢你，还要证明你只是靠萧师叔残余剑心作弊。执法堂也准备在问剑台后彻查寒一凤。我不意外。林师兄，你真的有剑吗？我沉默片刻，然后很诚实的回答：没有。叶青离噎住，我是真的没有剑。从前我看不见，师尊怕我伤到自己，从不让我配剑。寒一峰上下甚至找不出一柄适合我的弟子剑。叶青离急了：林师兄，把我的剑借你。但我拒绝了，因为系统要求的拔剑并不一定需要名剑。我要验证一件事，无相剑意能不能让万物为剑。我摸索着走到院中，折下一截枯枝。叶青离欲言又止，他大概觉得我疯了。我握住枯枝，心中默念拔剑。检测到普通枯枝，是否进行无相拔剑？提醒：普通物品承载剑意能力极弱，强行拔剑可能崩毁。我没有犹豫，拔。下一瞬，枯枝在我掌中微微一颤，它没有变成神兵，也没有爆发惊天异响，但我听见了一道极轻的剑鸣。拔剑成功，获得1缕草木剑气，10倍暴击，获得青木生剑意。青木生剑意入体后，我立刻感知到师尊体内破损的剑脉。这道剑意不能直接修复玲珑剑心，却能暂时护住他的心脉，让裂痕不再扩大。我将枯枝轻轻点在师尊眉心，一缕青色剑气流入他体内。师尊紧皱的眉头终于松开，呼吸也平稳了些。叶青离亲眼看着这一幕，震惊到说不出话。一截枯枝竟然真的被我用出了剑意，而且不是杀人剑，是救人剑。就在这时，寒衣峰外传来嘈杂声，陆惊鸿派来的执法弟子到，他们说奉执法堂命令，寒衣峰所有剑器、丹药、灵石都要暂时封存，以免我3日后借外物作弊。叶青离气得脸色发白，这分明是要断我的路。我却笑了，他们封剑器、封丹药、封灵石，可他们封得住满山草木吗？我拄着那截枯枝走出屋门，执法弟子见我拿着枯枝，纷纷讥笑。林渊，你不会打算拿这东西上问剑台吧？
我没有解释，我只是抬起枯枝，轻轻一划。下一刻，韩一峰山道两侧枯草齐齐折腰，像万千细剑向我俯首。所有执法弟子的笑声戛然而止。我淡淡的回去告诉陆惊鸿，3日后我不用师尊剑心，也不用宗门剑气，一截枯枝足够拔他的剑。执法弟子离开后，韩一峰重新安静下来，可我心里却一点也静不下来。系统那句提示还在我脑海里回荡，检测到韩一峰地底存在沉睡剑骨，剑骨气息与宿主血脉相连。我握着那截枯枝，站在院中许久，山风吹过耳畔，草木轻响。若是从前，我只会觉得这些声音杂乱无章，可自从无相剑意入体后，我竟能从风声里分辨出许多细微的不同，有草叶折腰的声音，有石缝中寒气流动的声音，也有极深极深的地底传来的低沉剑鸣。那道剑鸣很轻，却像隔着漫长岁月在喊我的名字。林师兄。叶青离站在我身后，声音有些担忧。我回过神，你听见什么了吗？他愣了愣，风声，还有韩一峰后山的松涛声。我摇头，还有别的。我抬手，枯枝指向后山，地底有剑。叶青离沉默片刻，没有怀疑，也没有追问。我陪你去。我没有拒绝。师尊仍在屋中昏睡，补天剑路尚未到手，玲珑剑心只能靠青木生剑意暂时护住。问剑台在3日后，我本该全力准备，可系统既然在此刻提示，就说明韩一峰弟弟的东西与我接下来的生路有关。我和叶青离沿着后山石阶往下走，夜色很深，我看不见月光，却能听见月下的风经过树梢，听见远处山泉落石，也听见韩一峰弟弟那道越来越清晰的剑鸣。就在这里。这里是韩一峰旧剑台，已经荒废很多年了。听说萧峰主刚入宗时曾在这里练剑。我蹲下身，伸手摸向地面，我心中默念：系统能拔吗？系统提示很快响起，检测到血脉关联目标林氏残剑骨，当前封存状态沉睡，可进行拔剑。提醒：此目标涉及宿主自身因果，拔取过程可能引发记忆冲击。记忆冲击，我指尖微顿，叶青离察觉到我的迟疑，轻声问：林师兄，是不是很危险？我笑了笑，危险倒未必，只是可能会疼。他还想劝，我已经将枯枝立在石缝之间，无相剑意顺着枯枝落下，下一瞬，整座旧剑台轻轻一震，石板并未裂开，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异象，只是我耳边的世界忽然远去，所有风声、草声、水声都变得极淡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模糊的画面。不是画面，我看不见，那更像是藏在剑鸣里的记忆。我听见有人急促的奔跑，听见剑气碰撞，听见一个温和却坚定的男声说：“带孩子走。”另一个女子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不容动摇的决意，她不能落到那些人手里。我的心猛地一紧，那声音陌生，却让我本能的难过。紧接着，我听见一道高高在上的声音：“这孩子眼中没有光，倒适合养无相之剑。”我的双眼忽然剧痛，那不是寻常疼痛，更像有什么旧日封印被剑鸣触了。我闷哼一声，半跪在地。林师兄，叶青离扶住我，我咬紧牙，没有松手，不能退。我不知道这些声音属于谁，也不知道那句无相之剑意味着什么，但我清楚，这地底的剑骨与我的过去有关，我必须拔出来。拔剑，我在心中低声道。枯枝一颤，旧剑台下那道沉睡多年的剑鸣骤然响起，一缕温热剑意从石缝中升起，落入我掌中。它不像陆惊鸿的剑意那样锋锐，也不像青木生剑意那样温和，它带着一种深沉的守护之意，像一双曾经挡在我身前的手。系统提示随之响起：拔剑成功，获得林氏残剑意，触发100倍暴击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血脉寻剑术。血脉寻剑术入体的刹那，我听见天地间多了一层新的声音，那不是剑鸣，而是因果的回响。我能感应到与林氏残剑意相近的气息，很淡，却真实存在。我抬头面向清玄主峰的方向。林师兄，你发现什么了？陆惊鸿身上有和这里相似的剑气，他和你的身世有关？不一定，但至少他接触过不该接触的东西。远处主峰方向，一道剑光短暂亮起，又很快隐没。我听见陆惊鸿的剑在低鸣，那声音里藏着一缕不属于清玄剑宗的冷意。我忽然明白，3日后的问剑台不只是我和陆惊鸿的比试，那会是我追查过去的第一道门，而陆惊鸿就是门上的锁。第2日清晨，韩一峰外来了人。来的人不少，走在最前面的是陆惊鸿，他脚步很稳，衣袂轻响，腰间惊鸿剑却没有从前那般清亮。自从我从他心中拔出一缕惊鸿剑意后，他的剑鸣便多了一丝滞色，这种滞色别人听不出来，可我听得清清楚楚。他还没有走近，叶青离便挡在了院门前。陆师兄，萧峰主正在养伤，韩一峰不便见客。叶师妹误会了，我不是来打扰萧师叔的，而是奉剑池长老之命送疗伤丹来。他说的客气，可我从他袖口微动的声音里听出了几分压不住的得意。我推门而出，送丹。林渊，昨日问剑台之约已定，宗门不愿落人口实，所以特意命我送来一瓶护脉丹。萧师叔若服下，至少能安稳撑过这3日。怎么，韩一峰连宗门的好意都要拒绝？还是说，你们怕我在丹药里动手脚？我明白他的意思。手脚
我明白他的意思，若我不收，他便可以说我不领宗门情分；若我收下，丹药里若有问题，师尊便危险；若我当众质疑，却拿不出证据，他反而可以倒打一耙，说我污蔑同门。陆惊鸿不是无脑来挑衅，他是来设局的。我伸手，给我吧。叶青离低声道：“林师兄。”我摇头，示意无妨。玉瓶落入掌中，触感微凉，我看不见瓶中丹药，却能用血脉寻剑术感应其中气息。一开始，里面只有寻常药力，可当我以无相剑一细听时，便听见丹药深处藏着一道极细极细的剑音，那不是致伤之剑，而是会侵入剑脉的寒性剑气。它不会立刻伤人，只会一点点扰乱师尊刚刚稳定的玲珑剑心。等到3日后问剑台开始，师尊的状态必然急转直下。陆惊鸿想让我分心，甚至想让我在问剑台前失去最后的依靠。你笑什么？我只是没想到陆师兄如此关心我师尊。说完，我手指一松，玉瓶落地，啪的一声，瓶身碎开，丹药滚落出来，一缕淡淡寒气从丹药中溢出，落在青石板上。石板没有出现骇人变化，只是表面迅速结起一层薄霜。院中瞬间安静，叶青离脸色变了，执法弟子也愣住。我弯腰摸起一枚丹药，这就是剑池长老赐下的护脉丹。林渊，你故意摔碎丹瓶，如今还想污蔑我？污蔑！我抬手将丹药丢向一旁枯草，丹药落地，枯草上立刻浮起细密霜痕，草叶没有枯死，却迅速僵硬，像被某种寒性剑气封住生机。这丹药或许能护普通经脉，但对刚刚离体又归位不稳的玲珑剑心而言，却会造成干扰。陆师兄，你是剑池首令弟子，不会连这点常识都不懂？陆惊鸿脸色微沉，他当然懂，只是他没想到我一个瞎子会发现。他身后的执法弟子开始不安，其中一人低声道：“陆师兄，这丹药真是剑池长老给的？”陆惊鸿冷冷扫了那人一眼，我没有给他转移话题的机会。陆师兄，你刚才说这是奉剑池长老之命送的，也就是说，此丹并非你亲手所炼。陆惊鸿目光一动，自然是剑池长老所赐。好，那我会在问剑台上当众请剑池长老解释。陆惊鸿终于压不住眼底寒意，他向前一步，声音压低：“林渊，你真以为挡下我一剑，就有资格和我斗？”我握着枯枝，不是斗，是你们想拿规矩压我，我便用规矩还回去。陆惊鸿沉默片刻，忽然笑了。好，他转身离开，经过我身边时，他以只有我能听见的声音说道：“问剑台上，我会让你知道，侥幸得来的剑意，终究不属于你。”我没有回应，因为就在他靠近的那一瞬，血脉寻剑术再次传来波动。陆惊鸿体内那缕陌生剑气比昨日更清晰了，它不属于清玄，也不属于剑池，那是一种更高、更武、更像命令的剑意。系统提示响起，检测到目标体内提带存在外来剑种，来源未知，品阶清玄玄宗传承。建议主谨慎拔取。我面向陆惊鸿离开的方向，轻轻抹洒枯枝。3日后，他想踩我立威，可他不知道，他带来的那枚剑种才是真正送到我手里的剑。问剑台前夜，寒衣峰被封得更严了，执法堂派人守住山道，不许任何弟子进出，理由冠冕堂皇，说是为了保证问剑公平，避免有人暗中送来剑器、丹药、符阵之类的外物。听起来像规矩，实际上是断路。叶青离被拦在峰外，直到天黑才绕过后山小径赶来。他带不来任何东西，只带来一句消息：林师兄，陆惊鸿在问剑台布下了断木剑阵。我坐在院中，手里握着那截枯枝。断木剑阵，此阵不是伤眼，而是扰乱神识感知。陆惊鸿认定你能挡他剑，是因为得了某种感知剑意，所以专门请唐振堂布下此阵。明日你一上台，五感都会被干扰。我听完忍不住笑了一声。叶青离急了：林师兄，你还笑？我只是觉得他想得很周到。这哪里周到？这分明是针对你。针对我，说明他怕了。叶青离怔住，一个真正觉得自己必胜的人，不会提前布这么多手段。他布的越多，越说明他心里没底。话虽如此，我并没有轻敌。陆惊鸿不是蠢人，断木剑阵若只是扰乱视觉，对我毫无意义。可他若能扰乱五感，甚至干扰我听见，那便会很麻烦。我必须在天亮前找到另一条路。叶青离守在师尊屋外，我独自去了后山。夜风很凉，我盘坐在旧剑台旁，将枯枝横在膝上。无相剑意让我听见剑，青木生剑意让我感应草木生机，林氏残剑意让我触碰血脉旧因。可这些剑意各自独立，还没有真正成为我的剑。明日问剑台上，陆惊鸿不会再给我慢慢适应的机会。我必须有一式属于自己的剑招。我将枯枝缓缓抬起，草木
可为剑。无人回答，只有风吹过草叶，沙沙作响。我以无相剑意去听草木，以青木生剑意去牵引他们。起初，草木只是轻轻摇晃，毫无章法。我的剑意一强，他们便承受不住，纷纷折断。第一次失败，第二次，枯枝承受不住剑意，直接从中裂开。我换了一根。第三次，我试图同时催动无相与青木，两种剑意却彼此排斥，震得我掌心发麻。第四次、第五次、第10次，夜色越来越深，我的手指因反复握剑而酸痛，掌心旧伤也重新裂开些许，没有夸张的痛苦，只是一阵阵刺痛提醒我还远远不够强。我忽然想起师尊曾经说过的话：剑不是眼睛看会的，那靠什么？靠你知道自己为什么握剑。为什么握剑？从前我握剑是想证明瞎子也能成为剑修，后来我握剑是想不再拖累师尊。现在呢？我侧耳听向寒衣峰屋中，师尊呼吸平稳。山道外，执法弟子脚步沉重。更远处，清玄主峰灯火不熄，许多人都在等明日看我失败。我忽然明白了，我握剑不是为了让他们闭嘴，而是为了让想夺走他人选择的人退后一步。我的剑不必锋芒毕露，只要能守住身后之人便够了。念头落下的瞬间，青木生剑意不再排斥无相剑意，两者像风与草，终于找到了同一个节奏。我抬起枯枝，轻轻向前一点，就见台周围的草叶同时低俯，不是被压倒，而像在听令。我再一挥，无数草叶随风而起，虽无铁剑锋芒，却在空中形成一道柔韧的剑势。它们不伤山石，不毁草木，只是将我周身3丈护得密不透风。系统提示响起，护得密不透风。系统提示响起，自创剑势雏形生成，草木皆兵。特性：借万物微弱剑势成阵，适合防守、破阵、牵制。我长舒一口气，成了。天边泛起微白，叶青离从山道跑来，看见就见台周围草叶尽数朝我倾泻，震惊的说不出话。我站起身，手中枯枝未断。走吧，他下意识问。去哪儿？问剑台。检测到问剑台存在针对宿主感知的阵法，阵眼数量7，建议以草木皆逼试探破阵。我轻轻一笑，陆惊鸿为我准备了一座阵，正好我也想看看满山草木借我的建议，能不能问一问清玄的规矩。问剑台设在清玄主峰半山，我到的时候，台下已经站满了人，清玄弟子、执法长老、剑池长老，还有不少平日难得一见的峰主都来了。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，我看不见，却能听见。有人的呼吸带着期待，有人的低语藏着嘲讽，也有人沉默不语，似乎只是想看看韩一峰这个瞎眼弟子究竟能走到哪一步。叶青离扶着师尊站在远处，师尊仍很虚弱，却坚持来了。林渊，若撑不住，就认输。师尊，今日我不会输。他沉默片刻，轻轻笑了。好，我握着枯枝，一步步走上问剑台。台上，陆惊鸿已经等着我。他的惊鸿剑出鞘半寸，剑名比前几日更锋利，也更陌生。显然，他体内那枚外来剑种已经被进一步激发。他开口时，声音不高，却足够让台下听见。林渊，你当真要用这节枯枝与我问剑？我抬起手中的枯枝，有何不可？台下传来压低的笑声。真用枯枝啊？问剑台上拿树枝，是不是太儿戏了？陆师兄，一剑就能斩断吧？我没有理会，陆惊鸿却很享受这种声音。他要的就是这个局面，他要让我在所有人面前显得可笑，再亲手击败我，如此才能洗去前几日的难堪。今日问剑，依清玄旧规而行。林渊若败，玲珑剑心交于宗门保管；林渊若胜，宗门赐补天剑路，助萧寒衣修复剑心。弟子明白。既然明白，那便开始吧。一瞬间，我耳边的声音乱了，风声变得忽远忽近，台下人声像被揉碎。林渊，你还能听到我的剑吗？断龙剑尘，陆师兄竟然连这个都准备了，这下林渊完了。陆惊鸿以为我被困住，他缓缓拔剑，惊鸿剑出鞘，剑气直指我眉心。可就在他迈出第一步时，我手中枯枝轻轻点地，草木皆兵。问剑台并非荒地，石缝中仍有细小草叶，台边也有青藤绕栏。平日无人留意这些微弱生机，可在青木生剑意牵引下，他们都成了我的耳目。断木剑阵能扰乱我的五感，却扰乱不了草木本身的清香。风从哪里来，草便往哪里拂；剑气从哪里过，藤叶便往哪里缠。阵眼在哪里，草木的生机便在哪里被压住。我听不清陆惊鸿的脚步，但我听见一株草在剑气压迫下弯折的声音。我侧身半寸，陆惊鸿的剑贴着我肩侧掠过，台下笑声戛然而止。陆惊鸿一击落空，明显怔了下。我没有反击，只抬起枯枝，点向问剑台左侧石缝。啪！第一处阵眼破碎，断木剑阵的混乱声势顿时弱了一分。你怎么可能找到阵眼？因为你的阵比你的剑更吵。
台下传来一阵哗然。陆惊鸿咬牙，再次出剑，这一次他剑势更快，连续3道剑光从不同方向逼来。与此同时，剩下6处阵眼同时加重干扰，我的耳中世界再次扭曲。可草木皆兵已经铺开，我向前一步，枯枝连点2次，第2处阵眼破，第3处阵眼破，每破1处，台下便安静1分。那些等着看我出丑的人，终于意识到一件事：我不是侥幸，我是真的在破陆。我不是侥幸，我是真的在破陆惊鸿的局。林渊，你以为破了阵就能赢我？阵是你的胆怯，剑才是你的本事。现在让我看看你的本事。陆惊鸿终于彻底拔出惊鸿剑，剑鸣尖锐，带着一股不属于他的冷意。系统提示同时响起，检测到目标外来剑种活跃，可绑定，可拔取，风险中等。我握紧枯枝，问剑台真正的较量现在才开始。陆惊鸿真正出剑后，问剑台上的气息立刻变了，先前那些阵法、言语、试探都像是铺在表面的雾，直到这一刻，他手中的惊鸿剑完全出鞘，我才听见那柄剑里压抑许久的锋芒。它很快，也很冷，但更让我在意的是剑鸣深处那一道陌生的声音。那声音不像清玄剑宗的剑意，清玄剑意讲究清正开阔，哪怕有人练偏了，也仍有一条明朗根基。可陆惊鸿剑中那枚外来剑种却像一道命令，强行压着他的剑往更极端的方向走。陆惊鸿一剑刺来，台下许多人甚至还没反应过来，剑锋已经到了我身前，断木剑阵尚未完全破除，我耳中仍有杂音。陆惊鸿抓住这个时机，剑势连绵，一剑快过一剑。我没有应剑，枯枝轻点地面，草木皆兵铺开，问剑台边缘的青藤微微颤动，替我捕捉剑气流向。石缝里的草叶被剑锋压弯，又在下一瞬弹回。我随着这些细小声响移动，陆惊鸿的剑擦着我的衣袖掠过，带起一阵冷风。台下有人惊呼：“躲开了！”他明明看不见，怎么能避得这么准？陆惊鸿显然也听见了那些声音，他呼吸一沉，剑势骤然加重。林渊，你只会躲吗？如果你的剑只能刺空，那我为什么要接？但陆惊鸿毕竟是清玄首席，不会轻易失控。他很快稳住心神，手中惊鸿剑一抖，剑光骤然分化，7道剑影同时袭来。我听见7道剑锋，其中6道很轻，只有1道最沉。真剑在左前3寸，我抬起枯枝迎了上去。枯枝与惊鸿剑相触，发出一声轻响。按理说，一节普通枯枝无论如何也挡不住法剑，可枯枝上缠绕着无相剑意与青木生剑意，它并非要与惊鸿剑比坚硬，而是顺着剑锋轻轻一移，将陆惊鸿的剑势偏开半寸足够了。陆惊鸿的剑再度落空，我趁势向前一步，枯枝点向他手腕，他反应极快，立刻收剑回防。可就在这一瞬，我听见他剑中那枚外来剑种忽然跳动了一下，像是被我的剑意惊醒。目标外来剑种已活跃，可进行深层拔剑。提醒：该剑种与目标剑心绑定，强行拔取会造成反噬。我没有立刻动手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陆惊鸿若全力防备，我未必能成功。我要等他把那枚剑种催动到极致，让他主动浮出水面。于是我继续防守。在旁人看来，我被陆惊鸿压得连连后退。问剑台上剑光纵横，枯枝几次险些被斩断。台下议论声又起。撑不住了，果然，刚才只是破阵取巧。陆师兄认真后，他还是差得远。叶青离的呼吸变得紧张，师尊却没有出声。我知道他能看出来，我还在等。陆惊鸿也以为我到了极限，他的剑势越来越盛，外来剑种的气息终于彻底显露出来。惊鸿剑原本清亮的剑鸣，被一层更冷的剑音覆盖。陆惊鸿低声道：“结束了。”他一剑斩出，这一次剑光没有分化，也没有变化，只有快到问剑台上仿佛只剩这一线剑芒。可越是这样纯粹的一剑，越容易暴露核心。我没有退，枯枝松开，任由它落下，全场一片哗然。陆惊鸿也怔了一瞬，他大概以为我放弃了，可下一刻，我抬手直接抓向他的剑锋。当然，我不是用手去挡实体剑，我抓的是剑锋之后那枚被外来力量催动到极致的剑种。无相剑意顺着惊鸿剑而上，像一只无形的手探入陆惊鸿剑意深处。陆惊鸿脸色骤变，你敢？我在心中回答系统。拔剑，刹那间，问剑台上所有剑鸣都像被拉长。我听见陆惊鸿的惊怒，听见台下众人的错愕，也听见那枚外来剑种被硬生生拔离时发出的尖锐震颤。他不愿离开，可他本就不属于陆惊鸿。陆惊鸿借他逞强，他也借陆惊鸿窥探我。二者之间并无真正的信任，只有互相利用。我抓住这一点，直接将它拔出。一缕冰冷剑光在我掌心凝聚，深层拔剑成功，获得圣地残剑种，触发300倍暴击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斩天剑意雏形。斩天剑意入体的一瞬，我手中枯枝重新弹起，落回掌心。陆惊鸿的剑势则猛地一空，他踉跄后退，惊鸿剑发出不稳的颤鸣。我没有给他继续借力的机会，枯枝横扫，这一剑没有伤人，只斩在惊鸿剑最薄弱的剑意节点上。叮！惊鸿剑脱手飞出，插在问剑台边缘，剑身震颤不止。陆惊鸿站在原地，脸色苍白，眼中满是难以置信。你的剑，不认你了。啊！陆师兄败了。掌门，按照约定，5天剑路，
该给我。高台上，沈道玄没有立刻回答，我听见他指尖敲击扶手的声音停了。那一刻，我知道他看我的眼神已经不再是看一个麻烦弟子，而是看一件值得占有的利器。问剑台一战结束后，整个清玄主峰安静的异常。陆惊鸿被人扶下台时，没有再说一句话。惊鸿剑被执法弟子取回，却始终没有发出从前那种清亮剑鸣。我没有追上去，也没有继续羞辱他，赢了便是赢了。我真正要的，从来不是让陆惊鸿难堪，而是补天剑路。高台上，掌门沈道玄沉默片刻，终于开口：既然林渊胜，宗门自会守约。可我能感觉到他在审视我，那目光不像长辈看弟子，也不像掌门看宗门后辈，更像在衡量一件锋利却尚未完全掌控的剑气。剑池长老明显不愿意，他低声道：“掌门，补天剑路乃剑池珍藏，萧寒衣私自挖出玲珑剑心，本就有。”掌门，补天剑路乃剑池珍藏，萧寒衣私自挖出玲珑剑心，本就有错。如今再次见路，是否旧规既定，不可轻废？一只玉瓶被送到我手中，瓶子不大，入手温润，里面只有几滴液体，却散发着极纯净的剑息。检测到修复类剑道灵物补天剑路，可用于稳定玲珑剑心。多谢掌门守约。林渊，稍后到主峰见我。弟子先回寒衣峰，为师尊稳住剑心。沈道玄没有阻拦，叶青离扶着师尊随我离开。一路上，无数清玄弟子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与来时不同，这一次他们不再是嘲笑，有震惊，有疑惑，也有不安。我知道，问剑台这一战后，寒衣峰瞎子废物的说法再也立不住了。回到寒衣峰，我立刻将补天剑路取出。林渊，你不该冒险挡下那一剑。我教你长大，你的剑意变化，我怎么会看不出来？我心里一暖，在所有人都只想探究我得了什么机缘时，只有师尊第一句问的是我有没有冒险。我将补天剑路引入玲珑剑心周围，青木生剑意温和拖住剑脉，无相剑意避开脆弱处，补天剑路则如细雨般缓缓渗入。师尊眉间紧皱的痕迹终于舒展开。过了许久，他轻轻吐出一口气，玲珑剑心的裂痕被暂时压住了，我这才放下心。可系统提示也随之响起，检测到玲珑剑心基础稳定，完整修复条件不足，需补入无主剑魂，方可重新结节剑道根基。无主剑魂，清玄古剑种中有许多前辈遗留下的断剑残翼，其中极少数会运生无主剑魂。若能寻到一缕，玲珑剑心便能真正归位。古剑种危险吗？古剑中不认人情，只认剑心。你若强闯，可能会被万剑排斥。那正好。我本来就不太招剑喜欢。安顿好他后，我去了主峰。沈道玄独自等在大殿中，大殿极空，脚步声落下都有回响。我刚踏入，便听见殿内几处暗藏的剑阵轻轻震动。他在防我，也在测我。今日问剑台上，你所用剑意，并非萧寒衣所传。弟子偶有感悟。偶有感悟，便能破断木剑阵，败陆惊鸿。掌门若不信，弟子也不知如何解释。哼，你不必紧张，宗门乐见弟子成才，只是你如今根基特殊，若无人引导，容易走偏。古剑种3日后开启，我可以准你入内。条件呢？若你在古剑中有所得，须先交由宗门鉴定。青雄宗培养你多年，你也该回馈宗门。我没有当场反驳，只问弟子若寻到小无主剑标纹，可否用于修复师尊剑心？若合规，自然可以。哼。离开主峰时，系统忽然提示检测到掌门沈道玄体内存在异常剑意，该剑意与陆惊鸿体内外来剑种源流相近，危险等级高。我脚步未停，果然，陆惊鸿只是摆在台前的人，真正把手伸向寒衣峰的是清玄宗更高处，而古剑种就是他们为我准备的下一场试探。3日后，古剑种开启，清玄古剑种位于主峰背后，入口是一道沉重石门，石门未开时，周围便已充满凌厉剑气，寻常弟子站得近些，都会感到呼吸不顺。我到时已有不少弟子等候，他们多是个风精英，奉命进入古剑种寻找适合自己的断剑传承。陆惊鸿没有出现，听说他仍在闭关调养。古剑中只称真正剑修林渊，若你在里面寸步难行，最好及时退出，免得误了性命。叶青离也在队伍中，他原本没有进入古剑种的资格，是师尊用寒衣峰仅剩的一个名额替他争取来的。他站在我身侧，低声道：“林师兄，小心周长老，他是斩门一脉
我轻轻点头。石门开启时，沉闷的剑鸣从深处传来，那不是一柄剑的声音，而是成千上万柄断剑一同苏醒。众弟子依次进入，有人刚走几步便被一道断剑剑意认可，惊喜的盘坐感悟；也有人被剑气震退，只能遗憾退出。轮到我时，气氛变得微妙，许多人都想知道问剑台上大放异彩的我能不能得到古剑种认可。我跨过石门，刹那间，整个古剑种安静了，不是剑鸣迎接，也不是剑意试探，而是所有断剑在同一瞬间沉寂。那种感觉很奇怪，像我走入一间本来喧闹的大殿，所有人忽然停止说话，转头看向我。周长老冷笑声从身后传来，看来古剑种并不认你。怎么会这样？难道问剑台真是借了外物？古剑朝都不愿回应他？不可能，林师兄明明……这些断剑不是不认我，他们在害怕。害怕我体内的灵式残剑意，也害怕无相剑台雏形中那种能拔剑的气息。对剑而言，我不像寻常弟子，我更像一个能听见他们秘密的人。我继续向深处走。林渊，外围已经无剑任你，越往里越危险。你确定还要走？确定。若出事，宗门未必来得及救你。弟子自负后果。越往深处，剑息越重。叶青离跟在我身后，起初还能支撑，后来脚步明显放慢。你留在这里。不行，我答应萧峰主要看着你。你继续跟下去，只会被剑气压伤。他还想坚持，我将一缕青木生剑意留在他掌心。若遇危险，捏碎它，我会听见。叶青离沉默片刻，终于点头。我独自向更深处走去。古剑种越深，断剑越少，但每一柄剑的气息都更古老。他们大多沉默，偶尔发出低低剑鸣，像在警告我不要靠近。忽然，我脚下地面轻轻一震，四周剑意流向变了。有人动了阵法，不是古剑种本身的阵。动了阵法，不是古剑种本身的阵，而是外来引魂阵。它像一只看不见的手，牵引着我往某个方向走。我没有抵抗，因为系统提示已经响起，检测到高阶拔剑目标方位，古剑种深处剑坑，风险较高。我顺着引魂阵前行，片刻后，脚下道路一空，我来到一处巨大的剑坑边缘，坑中插着许多锈蚀断剑，剑息混杂，普通弟子若跌入其中，必然难以承受。周长老的气息远远停在后方，他大概以为我被阵法引来此处，接下来必会出丑，甚至不得不求救。我却站在坑边，听见坑底有一道极微弱的笑声。林家血脉终于来了，我握紧枯枝。谁？坑底一柄毫不起眼的袖剑轻轻震动，那声音苍老，却带着几分玩世不恭。别紧张，小子，我若想害你，你刚进古剑中时就已经倒下了。你认得林家？何止认得？当年我家主人曾欠林家一场大恩。我没有立刻动手，因为袖剑下一句话让我彻底停住。你眼睛里的2道封印剑还疼吗？袖剑的话让我周身剑意瞬间绷紧，眼睛里的封印剑这个秘密，除了系统提示和韩一峰弟弟那段模糊记忆，几乎无人知晓。就连师尊也只知道我双目有旧伤，却无法说清其中根源。可这柄袖剑一开口便点破了。我握着枯枝，声音沉下：你到底是谁？我叫阿七，以前跟着一位很厉害的剑修，替他背剑、磨剑、守剑。后来主人没了，我也只剩这一点残念，被困在这座古剑冢里。你为何认得林家？因为林家曾守护无相剑台。那不是普通天赋，而是一种能容纳万剑却不被万剑束缚的剑道根基。许多人想得到它，却不懂它真正的意义。真正的意义是什么？自由。无相者不被形象所困。剑可以是铁，可以是草木，可以是风，也可以是一个人心中不肯低头的念头。林家守的不是力量，而是不让剑道沦为奴役他人的工具。我想起师尊挖出玲珑剑心时，系统给出的第一个选择，那条路足够强，却要以师尊的性命为代价。我拒绝了。或许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已经走上了无相之路。20年前，有人为了练万界剑台，盯上林家，他们夺走林家剑骨，封住一个婴儿的双眼，想让他在看不见的漫长岁月里，养成一枚最适合承载万剑的容器。我的呼吸微微一滞，虽然早有猜测，可真正听见这句话时，心底仍像被压上一块巨石。我问那个人是谁，袖剑沉默片刻，万剑圣地顾无涯这个名字一出，周围断剑都轻震动起来，像是恐惧，又像是不敢。我没有立刻说话。万剑圣地是东荒剑道魁首，
清玄宗在他面前不过是诸多附属宗门之一。若顾无涯真是当年幕后之人，那我的过去、师尊的隐忍、掌门的异常都能串起来。陆惊鸿体内的外来剑种，沈道玄体内的异常剑意，韩一峰弟弟的临世残剑骨，一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。萧寒衣当年为什么会救我？这我不知全貌，但我知道清玄宗祖上曾受林家恩惠，古剑种原本也有保护林氏后人的旧约，只是时间久了，人心会变，旧约会被有意遗忘。如今的清玄掌门身上有万剑圣地的剑炉印。剑炉印是什么？不是鬼。剑炉印是什么？不是鬼神诅咒，也不是什么玄乎东西，它是一种剑道控制印记。种下后，受印者能获得一部分圣地剑意，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就职于圣地命令。有人被迫接受，也有人主动交换。我明白了，沈道玄很可能是后者，他想借圣地之势壮大清玄，也想借我的特殊体质换取更多利益。对他来说，韩一峰、师尊，我都只是可以摆上棋盘的筹码。我握紧枯枝。别急着恨，恨意是最容易被人利用的剑。顾无涯若真盯着你，你越恨他越高兴。我一怔，这话像一盆冷水，让我从翻涌情绪中清醒过来。是我不能被仇恨牵着走。我来古剑种是为师尊寻找无主剑魂，不是为了在这里沉入旧事。你刚才说你被困在这柄袖剑里，不错。若我拔剑，你会如何？你终于问到正事了。我这点残念留不了太久，与其在袖剑里慢慢消散，不如帮你一把。你需要无主剑魂修复寻寒衣的玲珑剑心，而我正好还剩一缕护主剑魂。那你呢？我会换个方式存在。若你拔得稳，我或许能跟着你的剑意醒一段时间。若拔不稳，那就当我这把老骨头最后帮林家一次。我没有立刻答应，这不是拔陆惊鸿的剑，也不是拔阵法的剑。阿七在主动托付，我不想把这件事当成一次系统收益。小子，不必有负担。剑若只为自己锋利，迟早会断。能护住想护之人，才算没有白命一场。我沉默良久，终于抬起枯枝。阿七前辈，若有冒犯，请见谅。少来这套，拔吧。我闭上无用的双眼，无相剑意缓缓落入袖剑。这一次，我没有抢夺，而是像接过一柄被人递来的剑。袖剑轻轻一震，一缕温和而坚韧的剑魂从袖际深处缓缓升起，落入我掌心。系统提示响起，拔剑成功，获得护主剑魂，触发500倍暴击返还。恭喜宿主获得万剑听命残篇。下一瞬，古剑种中沉寂的断剑同时发出低鸣，他们不再畏惧我，而像是在重新确认我究竟会把这份力量用向何处。阿七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起，比刚才清晰许多。成了，走吧，小子，先救你师尊。我握住那缕护主剑魂，转身向古剑种外走去。远处，周长老的脚步声显得有些慌乱，他大概没有想到，我不但没有困死在剑坑，反而真的从里面带走了东西。我轻轻一笑，清玄宗想用古剑种试探我，可他们不知道，这一次我带回去的不是一柄剑，而是一位见过真相的人。护主剑魂带回寒衣峰时，师尊仍在静养，他的气息比前几日平稳许多，但玲珑剑心终究还缺最后一线接续，若不补上，他以后每次动剑都会牵动旧伤。我不敢耽搁，叶青离守在门外，替我挡下所有来探问的弟子。我坐在榻边，以青木生剑意护住师尊心脉，再将护主剑魂缓缓引入玲珑剑心。剑魂入体的瞬间，师尊眉心微蹙，我立刻停手继续。他忽然开口，声音很轻却很稳，我心头一震。师尊，你醒了。只低声道：林渊，别怕。这句话让我胸口发紧，明明受伤的是他，可他醒来第一件事仍是安慰我。我稳住心神，将护主剑魂一点点融入玲珑剑心。良久后，一声清亮剑鸣自屋内响起，不是锋锐的杀法声，而像雪后初晴。玲珑剑心归位了。师尊缓缓睁眼，脸色依旧苍白，眼神却恢复了从前的清冷明澈。魂剑台上受伤了吗？我摇头，没有。他却抬手轻轻按住我肩头，那里是陆惊鸿剑意擦过的位置，虽然伤得不重，却瞒不过他。以后不要逞强。可如果我不强一点，就护不住师尊。林渊，有些事我本想等你更强些再说。20年前，我奉宗门命令外出，途中遇见一场追杀，那时的你还只是婴儿，双眼被剑印封住，气息微弱。我不知道你来自哪里，只知道若把你留下，你必死无疑。后来我查到你与林家有关，再后来我发现宗门内有人也在查你，我便封住寒衣峰，对外只说你是我捡回来的病弱弟子。师尊，你早知道万剑圣地？只知一点，不知全貌。万剑圣地太高，
清玄宗无人敢轻易提及。我能做的，只是让你活下来。屋中安静，我忽然明白，他这些年为何不让我下山，为何总说剑可以慢慢学，命要先保住。那不是拘束，是他用能做到的一切替我挡，替我挡住未知的风雨。萧峰主，掌门传令，东荒剑会将至，命林师兄代表清玄出战。师尊眼神微冷，我却平静下来。他想把我推到万剑圣地面前。师尊看向我，你可以不去。不，剑会魁首有破荒剑权，对吗？我想知道，我的眼睛里到底封着什么。我陪你去。我笑了笑，这一次我不再是被他藏在寒衣封后的孩子，我要和他并肩，走到真相面前。与此同时，清玄主峰剑池深处，陆惊鸿跪在一座黑色剑碑前，脸色苍白。沈道玄站在他身后，声音温和：“惊鸿，你甘心吗？林渊夺走的不只是你的生命，他夺走了你的剑心。若你想重新站起来，便需要一柄更高处的剑。”黑色剑碑中，一道灰白剑光缓缓浮现。顾晨舟的声音从剑碑后传来：“接受圣地剑印，你便能重铸根基。代价是什么？听命。”灰白剑印刺入眉心的一瞬间，惊鸿剑忽然发出一声极轻的悲鸣，可陆惊鸿已经听不见了。出发前1日，陆惊鸿回来了，他站在主峰广场上，一身白衣如旧，腰间仍配着惊鸿剑。若只听周围弟子的惊呼，旁人或许会以为他已经恢复如初，但我听得出来，他的剑名变了。从前的惊鸿剑虽傲，却仍有自己的清亮，如今那声音却像被一层冰冷铁锁束住，每一次震动都透着不自然。小子，他被中了剑奴印。和掌门一样，源流相同，但他更浅，也更急，多半是拿寿数和根基换来的短暂战力。我皱眉，陆惊鸿走到我面前，声音比从前低哑许多。林渊，问剑台一战还没完，你已经败了，那是你用了见不得光的手段。周围弟子神色复杂，有人仍敬畏他曾经的首席身份，也有人亲眼看见他败在问剑台上，不敢再轻易附和。陆惊鸿抬手按住剑柄，今日我再向你问剑，败过一次的人，不配让我拔第2次剑。广场顿时一静，陆惊鸿脸色难看，剑奴印被怒意牵动，惊鸿剑发出尖锐颤鸣，他一步踏出，竟真要动手，可剑还未出鞘，一道清冷剑意已落在他身前。师尊来了，他没有重伤出狱的虚弱感。陆惊鸿。陆惊鸿，宗门广场不是你私斗之地。萧师叔也护着他。师尊淡淡道：“我护的是规矩。”这句话让不少弟子低下头，因为谁都知道，清玄宗最近最不守规矩的，恰恰是那些口口声声代表宗门的人。陆惊鸿强行压下剑势，转身看向高台，那里掌门沈道玄不知何时已经出现。寒衣，你恢复的比我想的快，让长主失望了。能恢复是好事。东荒剑会在即，清玄正需要你随行坐镇。我听见他袖中剑印微微震动，那声音与陆惊鸿体内的剑奴印相互呼应。我终于确定，掌门与圣地之间的联系比我想象更深。陆惊鸿退到一旁，临走前冷声道：“林渊，剑会上你会明白，清玄之外才是真正的天地。”我没有回应，因为系统提示已经响起，检测到陆惊鸿体内剑奴印处于不稳定状态，与万剑圣地存在远程剑意牵引。我面向东荒剑会的方向，那里或许有顾无涯的人，有更深的局，也有我想要的破望剑权。这一路不会轻松，但我已经不再只会躲在寒衣峰。东荒剑会设在天剑城，我们抵达时，城中已汇聚各宗剑修，街道两侧剑旗林立，年轻弟子来往如云，每个人身上都带着锋芒。清玄宗队伍进入会场时，并未引起太多关注，直到有人看见我手中的枯枝。那就是清玄宗派出的弟子，听说是个瞎子。清玄没人了吗？我没有在意，这一路我听过太多类似的话，若每一句都放在心上，我的剑早就乱了。真正让我在意的是会场高台上的一名青年，他坐在万剑圣地的位置，气息沉稳，剑意极纯，和陆惊鸿身上那种借来的冷意不同。他的剑像一条清澈却深不可测的河。那是万剑圣地剑子顾凌霄。
你就是萧寒衣藏了20年。周围顿时安静，师尊眼神微冷，清玄长老们则神色各异，有人震惊，有人回避，显然他们并非全然不知内情。我抬头面向顾凌霄，看来你知道的还不多，那你知道很多。想知道就活到决赛。检测到高阶剑道目标顾凌霄，可绑定，当前风险高。第一轮比试很快开始，我的对手来自一个附属宗门，擅长快剑。他上台后绕着我走了半圈，笑道：“林兄，若看不见，不如早些认输，免得误伤。”多谢提醒。他以为我怕了，剑势骤起，脚步轻快，试图从侧后方进攻。可他太急于证明自己，快剑最忌气息浮躁。我听见他的呼吸在出剑前短促了一瞬，也听见剑尖破风时偏了半寸。枯枝抬起，轻轻一点，第一下点在他剑颈，第二下点在他手腕发力处，第三下点在他脚步将落未落的位置。他整个人失去平衡，踉跄几步，竟自己退到了擂台边缘。我没有追击，他站稳后脸色涨红，再次冲来。这一次我只侧身让过他的剑，枯枝抵在他肩前，再往前半寸，他便会自己撞上来。他僵住了。此战青雄宗林渊胜。我收回枯枝，走下擂台。远处，顾凌霄轻轻鼓掌。不是看见，是听见。不，或许更像是在听见愿不愿意走那条路。我脚步一停，这个顾凌霄比陆惊鸿难缠得多。第二轮开始前，清玄宗一位随行长老找到了我，他没有寒暄，开口便道：“林渊，下一战不必赢得太明显。为何？你对手来自万剑圣地附属宗门，若让对方太难看，容易影响两宗关系。”我听懂了，清玄宗让我参赛是想借我争名，可一旦我的锋芒可能得罪圣地，他们又希望我收敛。若对方要我输呢？大局为重。弟子明白了。他们太过分了，赢也不行，输也不行，什么都要你背。你打算怎么做？你打算怎么做？听说你是萧寒衣救回来的孤儿，清玄宗养了你20年，你却处处顶撞宗门，哼，倒真是好教养。说完了吗？萧寒衣当年违背宗门命令，如今又纵容你在剑会上逞强，寒衣峰这种地方也配代表清玄？我听见师尊的呼吸微微一顿，我的心反而静了下来。有些人说话不是为了讲理，只是为了激怒对手，让对手失态。我不会让他如愿。我抬起枯枝，我给你机会把话说完，是想让台下诸位听清楚，你不是在问剑，是在用流言压人。若万剑圣地附属宗门只会靠羞辱他人师长取胜，那这剑会倒让我失望。台下瞬间安静，许丈恼羞成怒，拔剑攻来。他的剑不入，剑势厚重，走的是不入，剑势厚重，走的是正面压制一路。若是寻常弟子被他抢占先机，确实容易被逼得连连后退。但他心乱了，剑一乱便不再完整。我没有用斩天剑意，也没有拔他的剑，只以草木皆兵牵动擂台边缘细微风势，让他每一步都慢半拍。3招后，他剑势出现空隙，我一步近身，枯枝点在他的剑尖，无相剑意顺着剑身轻轻一震，他的剑脱手飞出，落在擂台边缘。我收剑，没有再进一步。清玄宗林渊胜。你一个清玄候补弟子，得意什么？我面向台下，也面向清玄宗所在的位置。我今日不代表清玄主峰，也不代表那些让我故意输赢、看人脸色的所谓大局。我一字一句道：我代表寒衣峰。远处，师尊静静看着我，我看不见他的神情，却听见他掌中剑轻轻一鸣，那是认可。万剑圣地席位上，有长老冷哼一声，顾凌霄却笑了。随后，我听见圣地席间有人低声道：下一轮让顾凌霄试试他。系统提示响起，高阶目标顾凌霄即将入局。我握紧枯枝，真正的剑会从下一站开始。第3轮名单公布时，全场安静了一瞬。清玄宗林渊对万剑圣地顾凌霄，这不是决赛，却比决赛更引人注目。顾凌霄是圣地剑子，自幼名动东荒，传闻他13岁悟剑，16岁入剑池不败，如今不过20余岁，已能与许多宗门长老论剑。而我，在多数人眼里，不过是清玄宗突然冒出来的盲眼弟子。上台前，清玄随行长老拦住我：林渊，古剑子身份尊贵，此战点到为止。若他不点到为止呢？我没有再理会他。师尊站在不远处，轻声道：小心。我点头。擂台上，顾凌霄没有立刻拔剑，他的剑很安静，不像陆惊鸿那样锋芒外露，也不像许兆那样急于压人。顾凌霄站在那里，便像一片深水，表面无波，底下却藏着暗流。他问我：林渊，你觉得剑是什么？我握着枯枝道：你想听答案，还是想借这个问题试探我？顾凌霄笑了：都有。我想了想，说：剑是选择。为何不是力量？力量只是剑的一种结果，不是剑本身。那你选择什么？护住我想护的人，
也护住我不愿退让的道理。顾凌霄沉默片刻，随后他拔剑，那一瞬，擂台上的风忽然变得极轻，不是没有风，而是所有风都像被他的剑意牵引，顺着同一个方向流动。小心，他的剑很稳，是真正自己悟出来的。第一剑落下时，我没有听见破风声，因为他的剑太顺，顺到仿佛本就该出现在那个位置。我以草木皆兵探路，却发现擂台边缘的草木生机被他的剑意压得极紧，不是压迫，是说服。他的剑让周围万物暂时相信他的轨迹才是正确的。我退半步，枯枝横挡，剑与枯枝相碰，没有巨响，只有一声极轻的鸣。我手臂微麻。你很会借万物，你很会让万物听话，听话不好吗？若他们愿意，自然好。若只是被迫相信，那便不好。顾凌霄眼中终于多了一点认真。第二剑比第一剑更快，我不再完全防守，无相剑意展开，我不去抢夺他的剑势，只在他剑势将成未成处轻轻一点，枯枝落下。顾凌霄的剑偏了半寸，台下有人惊呼，顾凌霄却笑了。原来如此，你不是破剑，是让剑重新选择。我没有回答，因为系统提示已经响起，检测到目标顾凌霄剑心清明，可绑定，不建议强行拔剑。我心中微动，连系统都提示不建议强行拔剑。林渊，我可以认输。我皱眉，为什么？顾凌霄没有立刻回答，他看向万剑圣地高台深处，那里几名长老的气息在他开口后明显乱了一瞬。因为从你出现开始，圣地里有些人的反应太急了，他们怕你见到破王剑权，怕你走到决赛，甚至怕你活着离开天剑城。我想知道他们到底怕什么，所以我想看你走到最后。我不需要你让，那就接我最后一剑。剑光骤起，我抬起枯枝，斩天剑意雏形第一次真正浮现，两剑相交，擂台上风声骤停。片刻后，顾凌霄退了一步，我也退了一步。他收剑道：“停手！”裁判迟疑许久，最终宣布林渊胜。顾凌霄下台前低声道：“决赛前，小心你们清玄的人。”我握紧枯枝，看来真正想拦我的不止圣地。我进入4强，会场对我的态度彻底变了，先前那些嘲笑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打量、猜测，还有隐隐忌惮。一个能让圣地剑子退步的人，无论出身如何，都已不可能再被当成笑话。可清玄宗内却没有多少喜色。当夜，沈道玄来了，他没有带随从，独自站在客院外，师尊拦在门前，语气冷淡：“掌门深夜来访，有事。”沈道玄道：“我想与林渊谈谈。”他要休息。我从屋中走出，师尊，无妨。沈道玄看着我，沉默片刻后说道：“明日办决赛，你弃权。”叶清离脸色一变，凭什么？林渊，你已经证明自己，继续走下去，对你、对韩一峰、对清玄宗都未必是好事。是对清玄宗不好，还是对掌门不好？你还年轻，不懂万剑圣地意味着什么。我只知道剑会魁首可入破网剑权。破网剑权不是你该碰的东西，因为他能看清我眼中的封印。掌门，你早知道我是谁？知道又如何？当年若不是清玄宗收留你，你活不到今日。收留我的是师尊，他也是清玄宗的人，不一样。林渊，不要把个人恩义凌驾于宗门大局之上。若你执意夺魁，会引来圣地注意，到时韩一峰护不住你，清宫宗也护不住你。那我便自己护自己。这里是天剑场，东荒的宗都在，他不能当众对参赛弟子动手。他转身离开前，留下最后一句话：明日你若上台，便不再是清雄宗弟子。我笑了笑，从我说代表韩一峰那刻起，掌门不是已经这么想了吗？沈道玄脚步一顿，终究没有回头。夜色重新安静，叶青离气得眼眶发红，却努力忍住。师尊看向我，轻声问：怕吗？怕，但怕不代表退。那明日我在台下看你。这一夜我没有练剑，我只是坐看你。这一夜我没有练剑，我只是坐在窗前，听天剑城的风，听远处无数剑修的呼吸，也听自己心里那柄剑一点点安定下来。明日我不为清玄而战，我为真相而战。半决赛，我的对手名叫宋明川，他来自天河剑宗，名声极好。上台后，他先向我行礼。林兄，我看过你前几战，朕说人归人心。多谢，请信。
开始！宋明川率先出剑，他的剑势如长河奔流，层层推进，不急不躁，却不给人喘息之机。我以草木皆兵感应四周，却发现擂台边缘的生机被他的剑势冲刷的摇摆不定。这不是压制，是堂堂正正的攻势。我退了7步，每退1步，便以无相剑意拆开一层剑势。可宋明川的剑很稳，被拆开后立刻又接上，像河水断而复续。台下看得安静，没有嘲笑，也没有起哄，所有人都知道，这才是真正的问剑。这才是真正的问剑。第8步时，我停了，再退就会入对方节奏。我抬起枯枝，第一次主动迎上他的剑，枯枝点在剑势最前端，长河般的剑意微微一顿。宋明川眼中亮起光，好，他不但没有退，反而剑势更胜。我也笑了，这样的对手值得认真。斩天剑意雏形在枯枝上浮现，却没有霸道斩落。我将它压得极细，只用来切开剑势中的关键流向。1剑、2剑、3剑，宋明川的长河被我分成数道支流，而草木皆兵则顺着这些支流找到他的剑势空隙。我向前1步，枯枝停在他眉前3寸，他的剑也停在我肩前3寸。若是真正生死战，或许是两败，但剑会有规矩。我先1步点到，宋明川收剑，坦然道：“我输了。”全场沉默片刻，随即爆发出掌声。这掌声不是给胜负，而是给一场干净的问剑。我收回枯枝，向他行礼，承让。走下擂台时，顾凌霄站在一旁，恭喜，你离破荒剑拳只差最后1步。决赛对手是谁？按原本名单，应是圣地另一位弟子，但刚刚换人了。谁？陆惊鸿。我脚步一停，陆惊鸿不是早已败在清玄问剑台上，怎么会代表圣地进入决赛？他被万剑圣地临时收为外门剑士，有资格替补。剑奴印加深了，看来他们要用他拦你。远处，陆惊鸿站在阴影中，他的惊鸿剑没有名声，像一柄被完全封住自主意志的剑。我没有愤怒，只觉得可惜。曾经的清玄首席本可以走自己的路，可他一次次选择借来的力量，最后把自己也交了出去。决赛将在1炷香后开始，破望剑拳就在会场最高处，全声清越，仿佛能洗去尘埃。我握紧枯枝，最后一战，不只是为了夺魁，也是为了让所有人看见，借来的锁终究锁不住真正的剑。决赛开始时，天剑城上空落下一场细雨，雨很轻，落在擂台边缘，发出清脆声响。陆惊鸿站在对面，整个人安静的可怕，他没有从前的傲气，也没有问剑台上的急躁，像一柄被人握在手里的剑，只等命令落下。陆惊鸿，你还想赢我吗？奉圣地令，拜你。不是我要拜你，是奉圣地令。我叹了口气，裁判宣布开始。陆惊鸿瞬间出剑，这一剑比他在清玄时强太多，速度、力量、剑意都被推到极致。可越强，我越听得清楚，他自己的剑声已经很微弱。惊鸿剑在哭，不是悲鸣，而是挣扎。我没有退，草木皆兵展开，雨丝、风声、擂台缝隙中的微草，全都成为我的感知。陆惊鸿的剑不断逼近，我以枯枝一次次换来。台下无人出声，所有人都看出这已经不是寻常比试。陆惊鸿体内的剑奴印越来越亮，远处圣地席位上，怪物还不动用声音！小心，他们强行催印！我听见陆惊鸿的心口传来极为小微的碎裂声，那是血印疯狂反噬的动静，不能再拖了。若任由他们这样强行催印，他的整条剑道根基都会彻底被毁。这一战必须有个了结，我绝不能看着他被当成工具折断。我不喜欢陆惊鸿，也不会原谅他曾经做过的事，但我不愿看一个剑修被当成工具彻底折断。我抬起枯枝，斩天剑意雏形落下，不是斩人，是斩印。枯枝穿过剑光，点在陆惊鸿眉心前1寸，无相剑意探日。系统提示响起，检测到剑奴印，可拔取，风险高。我在心中道：拔！剑奴印剧烈反抗，圣地席位上，那名长老猛然起身，住手！剑会上不得干扰擂台。擂台上，陆惊鸿脸色苍白，眼中终于恢复一丝清明。他看着我，声音极轻：“为什么？”我没有回答。枯枝一震，那枚剑奴印被我硬生生拔出，化作一道冰冷剑光，在掌心碎开。拔剑成功，获得圣地剑奴印残片，触发暴击返还，获得破望剑瞳雏形。陆惊鸿失去支撑，单膝跪地，惊鸿剑也落在擂台上，发出一声疲惫却自由的轻鸣。本届东荒剑会胜者，东荒剑会胜者林渊。我没有理会他们，走向破望剑拳，泉水清凉，落入掌心时，仿佛有无数细小剑意洗过我的双眼，疼痛传来，但并不难忍。像尘封多年的门，终于被推开一条缝。我听见眼中2道封印剑同时松动，左眼深处有一缕温暖如晨曦的剑光，右眼深处有一缕寂静如长夜的剑影。他们被封了20年，此刻只是轻轻动了一下，便让我痛得几乎站不稳。下一瞬，我看见了，不是完整的世界，只是一缕光，模糊微弱，却真实存在。我看见师尊站在台下，他白衣如雪，
眼中有泪光，却笑着。我看见叶青离用力挥手，看见顾凌霄负剑而立，神情复杂，也看见远处万剑圣地的人正用冰冷目光注视我。我抬头看向那片模糊天光，原来光是这样的。阿七在我识海中轻声道：“小子，这只是开始。”我握紧枯枝，是的，封印只开了一线，顾无涯仍在圣地深处，林家的旧事也远未结束。但今日我赢下了第一步，从寒衣峰走出的盲眼弟子，终于看见了属于自己的第一缕光。破妄剑拳散去后，天剑城仍在哗然。我站在高台上，眼前光影模糊，世界还不清晰，却不再只有黑暗。这本该是剑会结束的时刻，可万剑圣地的长老不允许它结束。那名灰袍长老踏空而起，冷声道：“林渊，你在擂台上动用邪术，强夺陆惊鸿剑印，此事需随我回圣地查明。”剑会众目睽睽，他胜得堂堂正正。哼，萧寒一，你一个清玄峰主，没资格质疑圣地。清玄宗席位上，沈道玄沉默不语。叶青离怒道：“掌门，林师兄为清玄夺魁，你不说话吗？”沈道玄终于开口，却不是替我说话。林渊，若圣地只是查问，你随他们去一趟，也可证明清白。我笑了，虽然早知道他会如此，可真正听见时，心里还是冷了一下。掌门的意思是让我把命交给万剑圣地，不要意气用事。我若去了，还能回来吗？由不得你。他抬手，虚空中剑意凝成锁链，向我落下。那剑锁尚未近身，顾凌霄忽然拔剑，剑光一横，挡住锁链，全场震动。顾凌霄，你敢拦我？剑会规矩，魁首可受东荒诸宗见证。长老若当众强拿魁首，是要让圣地失信于天下。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？知道。我也知道陆惊鸿体内剑奴印不该出现在剑会擂台上。这句话一出，许多宗门长老神色都变了。剑奴印三个字太敏感，若圣地暗中以剑印控制参赛者，今日之事便不只是林渊控制参赛者，今日之事便不只是林渊一人的事，而是整个东荒剑会的公信。灰袍长老杀意一闪，就在这时，一道温和却极具分量的声音从天剑城上方传来：剑会既已决出魁首，便按规矩办。众人抬头，一名青衣老者踏云而下，天剑城城主骆文舟。林渊，你可愿暂留天剑城3日？3日内，任何宗门不得强行带你离开。晚辈愿意。3日之后，我看谁还能护你。他拂袖而去，沈道玄也转身离席。我望着他模糊的背影，心里忽然很平静。清玄宗从这一刻起已经不是我的退路。师尊走到我身旁，还有寒衣峰。是。封印剑只是松动，并未真正拔除。破晃剑童雏形能让你短暂看见光影，但若强行用眼，仍会反噬。深夜，院外传来脚步声。林师兄，陆惊鸿来了。我走到门前，陆惊鸿站在雨里，脸色惨白，惊鸿剑被他抱在怀中。见我出来，他沉默许久，忽然单膝跪下。叶青离吓了一跳：“你做什么？我欠你一命。我拔剑奴印，不是为了让你谢悔。”我知道，他的声音沙哑，可若不是你，我知道，可若不是你，我会变成圣地手里一柄没有自己的剑。起来说话。剑奴印是掌门带我去种下的。果然是他。我败给你后剑心受损，掌门说圣地有办法让我重铸根基，可种印之后才知道，那不是重铸，是交易。我问谁种的印，灰袍长老名叫顾晨舟，他说我若能在剑会上毁你剑心，便收我入圣地。师尊眼神冰冷，毁林渊剑心。陆惊鸿低头，是。谁种的印？灰袍长老名叫顾晨舟，他说我若能在剑会上毁你剑心，便收我入圣地。毁林渊剑心。顾晨舟为何这么急？我只听见一句话。什么？顾无涯闭关将出，万剑台需要最后一枚钥匙。钥匙多半说的是你眼中封印剑。还有掌门3日后会把寒衣峰除名，他已向圣地递交文书，
说萧师叔私藏林氏余孽，背叛清玄。师尊却异常平静，他只是问文书在哪里。陆惊鸿取出一枚玉简，我偷出来的副本。师尊接过玉简，神色未变，掌心却有寒意浮现。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我不配回清玄，也不配入寒衣峰。我会留在天剑城等圣地追责。你若真想还债，活着作证，证明剑奴印，证明沈道玄，证明圣地插手剑会。好。这一夜风雨未停，而我终于确认，3日之后等着我的不是茶位，是整个万剑圣地落下的网。第2日清晨，洛文州召集诸宗长老，陆惊鸿当众出面承认自己被中剑奴印，并交出沈道玄与圣地往来的玉简副本。掌门，当日你说林渊本就是圣地要的人，只要交出去，清玄可得3座灵矿10年鉴定名额。这句话你也要否认吗？无数目光落在沈道玄身上，他终于不再温和。荒谬！师尊上前取出玉简，那这份文书呢？玉简展开，里面正是沈道玄呈给圣地的密文，字字句句都将我称作林氏余孽，将寒衣峰称作窝藏之地。清玄弟子一片哗然，有人不敢相信，有人低头沉默，也有人终于明白寒衣峰这些年为何被主峰处处排挤。萧寒衣，你真要为一个外姓弟子毁掉清玄？毁清玄的不是林渊。沈道玄，清源宗养我20年这句话，你说过很多次。难道不是？清玄宗的恩情我不否认，但这恩情不属于你。寒衣峰给我衣食，师尊教我修身，叶师妹与诸位同门曾与我同行，这些我记得。但从今日起，我林渊与清玄众峰恩怨两清。你敢叛宗？不是叛，是断。以此断剑为证，清玄若仍守剑修本心，我不与清玄为敌。若有人再以宗门之名害我师尊，害寒衣峰，我必拔其剑，断其断剑碎成2截，全场寂静。骆文舟看向沈道玄，沈掌门，此事天剑城会记录在案。3日内，你不得带走林渊与寒衣峰任何。沈道玄脸色难看至极。顾晨舟不在场，但我知道他一定在暗处看着。圣地不会因几枚玉简就退，他们只会更急。回到禁院后，师尊问我后悔吗？我摇头。以前我总以为自己被清玄抛弃会很难过，但真正说出口后，反而轻松了。那我呢？我也是寒衣峰的人。你若留下，往后会很危险，我怕危险，但更怕没有良心。第2夜，顾凌霄来了，他没有从正门进，而是踏着墙头落入院中。叶青离差点拔剑，被他抬手示意。别喊，我不是来打架的。圣地剑子深夜来此，不怕被说勾结外人。现在的万剑圣地未必还认我这个剑子，你应该看看。我看不清细节，却能感到画中之人剑意极盛，像高悬天顶的冷日。阿七声音沉下，顾无涯，你为何给我看这个？因为3日后来的可能不是顾晨舟，而是他的一道剑意化身。剑意化身？顾无涯闭关20年，真身未必能出，但他若降下一道剑意化身，天剑城挡不住太久。你想让林渊逃？我想让他做选择。破荒剑圈开启后，天剑城地下有一条旧剑道，可通向荒北。你若现在走，还有机会。可师尊的上纲域，叶青离修为不高，陆惊鸿要留下作证。若我独自逃，圣地会把怒火落在他们身上。你带不走所有人，那就不走。你现在还赢不了顾无涯。我知道，还留下，因为有些剑一退就再也拔不出来。你和我想的不一样。你以为我会怎样？我以为林氏余脉会满心仇恨，只想着报复圣地。我当然恨，但阿七说过，恨意最容易被人利用。阿七，顾家小子，别乱套近乎。你为何帮我？因为我也想知道顾无涯，到底拿万剑圣地练成了什么。明日子时，圣地会动手，顾晨舟负责抓你，沈道玄负责困住小峰主。若你不逃，就准备好拔一柄真正可怕的剑。
我第一次看向师尊模糊的身影，轻声道：“这一次换我挡在前面。”子时未到，天剑城的风先冷了。镜院外的灯一盏盏熄灭，不是被吹灭，而是被某种剑意切断了火光。师尊站在院门前，玲珑剑心微微发亮。叶青离握剑站在他身后，脸色有些白，却没有退。我坐在院中石阶上，枯枝横在膝前。阿七低声道：“来了。”下一刻，院墙外传来脚步声，很轻却整齐。顾晨舟率先出现，灰袍无风自动，他身后跟着10余名圣地剑修，每个人眉心都有淡淡剑纹。林渊，3日之期未满，可你涉嫌盗取圣地剑印，罪证确凿。今日随我走，可免寒衣封受千里。寒衣封受千里。你要在天剑城动手？骆文舟已经被牵制，没人会来救你们。可紧接着又有一道更高更冷的剑意压下，将那钟鸣困在城心。不无涯的剑意化身到了，我的眼睛微微刺痛，哪怕只是一道化身，那股剑意也像从天顶落下，俯视众生。顾晨舟抬手拿下，10余名圣地剑修同时出剑，师尊一步踏出，玲珑剑意如雪幕展开，将第一波剑光尽数拦下。叶青离咬牙跟上，剑势虽弱却极稳。我没有立刻动，因为真正的杀招不在这些人身上。果然，顾晨舟忽然消失，下一瞬他出现在我身侧，五指如剑，直取我双眼。封印剑归圣地所有。枯枝抬起，无相剑意迎上他的指尖，一声轻响，我退了3步，掌心发麻。顾晨舟也停住，眼中闪过惊讶。破望剑同雏形，竟已能捕捉我的剑路。我笑了笑，你比顾灵霄慢。顾晨舟脸色一寒，他再次出手，剑意化为锁链，直缠我4肢。别应剑，他的剑意里有奴印残纹。我脚步一转，以草木皆兵牵动院中老树枝叶，数百片落叶同时飞起，像细小剑刃切向锁链。锁链被削弱的瞬间，我一枯枝点出，不是点顾晨舟，是点他身后那10余名剑修眉心的剑纹。顾晨舟神色骤变，你敢！无相剑意一震，几名圣地剑修同时闷哼，眼中短暂恢复清明，阵势乱了。师尊抓住这一瞬，玲珑剑光扫过，逼退众人。哼，好好一个林渊，难怪圣主非要你。向圣主建议。林家遗子20年了，小子，别被他看进心里。顾无涯的剑意化身悬在夜空中，他没有急着出手，只垂眸看我，像在看一件失而复得的旧物。这种目光让我很不舒服。我握紧枯枝，你认识我父母？顾无涯淡淡道：“认识。”简单2个字，却让院中所有声音都沉了下去。师尊看向我，眼中有担忧。他们怎么死的？死于无用的坚持。别信他的话，他最擅长把别人的牺牲说成愚蠢。顾无涯似乎听见了阿七的声音，目光微微一动。原来你还在。顾无涯，20年不见，你还是这么像一把没人喂的破剑。大胆！林渊，你体内有林氏最后的传承，眼中封着2柄开界剑，你不是普通遗子。你是万界剑胎最后的钥匙。我终于听到了完整答案的一讲。万界剑胎、钥匙、封印剑，这些词像一根根钉子，钉进我过去；这些词像一根根钉子，钉进我过去空白的20年。随我回圣地，我可让你看见一切真相。你的眼睛会复明，你会得到世间最完整的剑道。代价是什么？成为剑胎之主。听起来不像坏事，只是需要舍去一些无用牵绊，比如师尊。萧寒衣救了你，却也困住你。情义会让剑迟疑，迟疑会让剑不纯。我的剑不需要你定义纯不纯，你父亲当年也是这样说。然后呢？然后他败了。有人抱着婴儿奔逃，有女子以身挡剑，有男子回头燃尽剑血。我看不清他们的脸，可心脏却疼得像被撕开。阿七怒喝：“醒！”识海中一声剑鸣炸开，我猛地回神，嘴角溢出血。看见了吗？他们守不住你，也守不住自己的道，我只看见他们到死都没有把我交给你。那便取回钥匙。师尊想上前，却被沈道玄突然出现的一道剑阵困住。寒衣，不要再错下去了。沈道玄，不是畏惧，像是在问我拔还是不拔。顾无涯的剑意落下时，我没有退，退也无用。那不是顾晨舟的锁链，也不是陆惊鸿的借剑，那是接近剑道源头的一缕意志。我抬起枯枝，手臂却瞬间裂开细密血痕，差距太大了。小子，别硬撑！
你现在拔封印剑，会瞎一辈子，甚至会死。我低声问：“不拔呢？”阿七沉默：“不拔，师尊会被沈道玄困死，叶青离挡不住圣地剑修，陆惊鸿的证词会被抹去，天剑城也会被压倒低头。有些选择从来不是等准备好了才出现。”我闭上眼，黑暗中那一缕破望之光仍在。我看见自己眼中悬着两柄剑，一柄如晨曦，剑声刻着生；一柄如长夜，剑锋刻着灭。此刻震动的是那柄生，他被封了20年，却没有半点怨气。他像在等待我开口。我伸出意识，握住剑柄，疼痛瞬间炸开。现实中，我双眼流血，呼之也发出不堪重负的裂响。林渊，停下！我很想听他的话，从小到大，我最听他的话，可这一次不行。师尊，这次让我任性一次。天地间压来的顾无涯剑意忽然停顿，顾无涯的声音第一次有了波澜。临世生剑，既然拔了，就别犹豫。借青木，借玲珑，护心不护身。我不完全懂，但我信他。青木生剑意从体内涌出，与生剑相合。院中枯死的草叶重新抬头，断裂的树枝生出嫩芽，连陆惊鸿手中的惊鸿剑都发出一声心鸣。我挥出第一剑，没有杀意，却让顾无涯落下的剑意寸寸消融，不是斩碎，而是让他失去继续压迫的理由。生剑所过之处，剑炉残纹崩开，几名圣地剑修跪倒在地，大口喘息，眼中恢复清明。师尊身上的困阵也出现裂痕。沈道玄脸色大变，不可能！他催动剑阵，想重新困住师尊。我转身看向他，这一次我看见了他的轮廓，模糊却清楚的足够让我出剑。沈道玄，生剑光芒落下，困住师尊的剑阵当场碎裂。师尊脱困，一剑逼退沈道玄。顾晨舟怒吼着杀来，却被顾凌霄从院墙外一剑拦下。长老够了，你真要叛圣地？若圣地只剩剑弩与夺舍，那叛了又如何？夜空中，顾无涯俯视一切，他的化身被生剑之光削弱，却并未消散。他看着我，缓缓道：“你比你父亲更危险。”我双眼血流不止，仍笑了笑：“那你最好记住。”顾无涯抬手，似乎还要再出剑，可远处城主府方向，一道钟鸣终于破开封锁。无涯，天剑城不是你的剑池。3月后，万剑圣地开山，林渊。你会自己来。夜空恢复平静，我手中生剑光芒散去，重新化作眼中封印。下一刻，我倒了下去。最后听见的是师尊慌乱的声音，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听见他这么害怕。我醒来时已经是3日后，屋中有药香，很淡，却让我想起韩一峰冬日里师尊煎药的味道。我睁开眼，世界仍然模糊，但不再只是光影。我看见窗棂的轮廓，看见桌上茶盏，看见床边坐着一个白衣女子。师尊，她似乎睡着了，手仍按在我的脉门上。我想开口，却发现喉咙干得厉害，轻微动静惊醒了她。她立刻俯身，林渊，我点头。师尊眼中一瞬间有光，可很快又压下去，恢复平静。别乱动，你强拔生剑伤了眼脉和剑腹。大家都还好吗？叶青离受了轻伤，陆惊鸿被天剑城保护起来。顾凌霄暂留城中，圣地暂时退了。随后，我看见师尊鬓边有一缕白，很细却刺眼。我愣住，师尊，你的头发。他微微侧过脸，似乎想避开。我心里一疼。不碍事。对不起，我不想听这个。你若觉得欠我，就好好活着，别再把自己当成可以随便折断的剑。好。林师兄，你终于醒了。进来。你知不知道你睡了3天，萧宗主几乎没合眼。青离。第一，天剑城已将剑奴印事昭告东荒，万剑圣地声望受损，短时间不会明面动手。第二，沈道玄已回清玄宣布韩一峰叛宗，3日后将开启。他还有脸审判我们？宗门审判，他不是审判你们，是要在圣地压力下把清玄内部所有反对声音压下去。我要回去。你不能动。韩一峰是我的家，家要被人拆了，我怎么能不回去？师尊沉默片刻后，他伸手替我披上外衣。那就一起回。3月后是万剑圣地，但在那之前，我要先回清源，把韩一峰从沈道玄手里拿回来。回清玄的路上，我没有遇见，不是不想，是我现在一催动剑意，眼前就会像被雾罩住。师尊说，这是强行拔出生剑后的反噬，要静养，要少动剑，要少逞强。我听得很认真，然后问他，那若沈道玄先动手呢？你先躲在我身后。
师尊，这话听着很熟，因为你从小听到大。寒衣青山。这一路气氛本该沉重，可有他在，总能把沉重搅得像一锅没煮开的灵粥。陆惊鸿也同行，他伤势未愈，脸色仍旧苍白，抱着惊鸿剑，一路沉默得像块石头。叶青离看他不顺眼，时不时刺他一句：“陆师兄，以前你不是很会说吗？哼，怎么现在成闷葫芦了？”我以前说的多半不是好话，如今少说些，也算积德。叶青离被噎了一下，我听着倒觉得有趣。人若真从高处摔下来，能不能重新站起来，要看他摔碎之后愿不愿意把自己一片片捡回去。陆惊鸿还在捡，捡得片片捡回去。陆惊鸿还在捡，捡得慢，但总比装作没碎过好。骆文舟没有同行，他留在天剑城，替我们压住万剑圣地明面上的动作。但他送了我一枚青玉剑符，他说若清玄真要把韩一峰逼到绝路，捏碎他，天剑城会作证。我握着剑符向他行礼。骆文舟笑道：“不必谢我，我只是不想东荒往后的剑会变成谁拳头大谁说了算。”我忽然觉得东荒并非全是冷剑，至少还有人愿意在规矩快被踩碎时弯腰把他扶起来。回到清玄山门时，天色正暗，山门前站满了弟子，有主峰的，有执法堂的，也有韩一峰从前熟悉的外门弟子。他们看见我们，神情各异，有人避开目光，有人偷偷抬头，也有人小声喊了一句：“林师兄回来了。”很轻，却被我听见了。沈道玄没有亲自来，来的是周长老。他站在山门石阶上，捧着掌门令，声音冷硬：“杭山一、林渊、叶清流、陆惊鸿，擅离宗门，扰乱剑会，勾结外宗，即刻入执法殿受审。”我们为清玄夺魁，也叫扰乱剑会？那你们平日里输得多稳，是不是特别守规矩？放肆！师尊抬眸，只说了2个字：带路。周长老愣住，他大概以为我们会在山门争执，然后他就能借机扣上抗令的名头。可师尊没有，我也没有，因为真正要说的话，不该说给山门前几个人听，要说就去执法殿，当着清玄全宗说。执法殿灯火通明，沈道玄坐在主位，两侧长老齐聚，陆惊鸿的师傅也在。那位老人看见陆惊鸿时，眼神微动，却最终没有开口。我听见他袖中的手指微微发颤，有些沉默，不是冷漠，是被太多规矩和恐惧压住后，不知道还能不能说话。沈道玄看向我们，声音依旧平稳：“萧寒衣，你可知罪？”师尊道：“不知。”你私藏林渊，违背宗门安排，又在剑会之上与圣地冲突，让清玄陷入险境，还不知罪？师尊淡淡道：“我只知，我救了一个孩子，护了一个弟子，守了清玄剑修最该守的底线。”沈道玄目光一沉：“林渊，你呢？”我拄着枯枝站在殿中，眼前仍不算清晰，可我能看见他的轮廓，也能听见他体内那枚剑印，比从前更躁动，像一只被关在笼里的冷却，急着往外撞。我说：“我也不知罪。”你当众宣布与清玄主峰恩怨两消，还敢说不知罪？我断的是你借宗门之名行私心的账，不是断清玄祖师立下的道。殿内一静，沈道玄缓缓起身：“你一个弟子也敢评判掌门？”我没有退。若掌门仍是掌门，弟子自然敬；若掌门成了别人手中的剑鞘，只会藏污纳垢，那我便问一问，清玄的剑还要不要出鞘？大胆！周长老，你最好别急，你身上没有圣地剑印，却有7次替圣地传信的剑息残留。胡言乱语！我轻轻一笑，无相剑意散开，殿中几盏剑灯同时亮起。剑灯是执法殿古物，据说能照见弟子剑势是否有亏。从前只是摆设，因为许多年没人敢让它真正亮起。可此刻，剑灯照在周长老身上，他的袖口浮出7道极淡的灰色剑纹。殿内哗然，周长老后退半步：“这不可能！”阿七在我识海中懒洋洋道：“老夫当年见过这种传信纹，藏得不错，就是怕剑灯。”执法殿要审，那便审清楚。审韩一峰之前，先审一审，是谁把清玄的路偷偷铺到了圣地脚下？沈道玄脸色终于沉了下来，他抬手，剑灯骤然一暗：“够了！”师尊上前一步，玲珑剑心清明。掌门怕了。沈道玄盯着他：“寒衣，你当真要逼我？”是你逼清玄。一名白发长老忽然站起身，他是藏经阁长老，平日很少开口，此刻却颤巍巍道：“掌门，剑灯既亮，便该照到底。连你也要站在韩一峰那边。我不站韩一峰，也不站主峰，我站清玄宗师留下的剑规。”
有了第一人，便有第二人。陆惊鸿的师傅终于起身，他看向陆惊鸿，声音沙哑：“惊鸿，你说。”陆惊鸿抱剑跪下，不是跪沈道玄，而是跪在清玄祖师画像前。弟子陆惊鸿曾嫉恨林渊，曾贪求外力，曾听信掌门之言，接受圣地剑印，险些沦为他人掌中剑。此事是我之错，我愿受宗规责罚。但掌门向圣地递交寒衣封文书，以林渊换取利益，也是真，也是真。弟子有玉简为证。沈道玄没有拦，因为已经拦不住了。玉简展开，密文一字字浮现，殿内众人看得清清楚楚。我听见许多弟子的呼吸乱了，他们或许曾怀疑寒衣峰，怀疑我，怀疑师尊。可当证据摆在眼前，他们终于发现，原来清玄这座他们敬仰多年的大山，早已被人从里面挖空了一角。沈道玄沉默许久，忽然笑了：“你们以为这样就能动摇我？”他抬起手，主峰深处传来一声巨大的剑鸣，整座清玄山脉都轻轻一震。白发长老脸色大变：“掌门，你要开启清玄正宗剑阵。”沈道玄声音冰冷：“清玄不可乱，既然有人要乱，那便先镇下。”剑阵启动，无数剑意从殿外升起，如同一张大网压向寒衣峰一脉。师尊要出剑，我却先一步按住他手腕。师尊，我来。他皱眉：“你的眼睛。”我不拔声剑，我低声道：“今日拔清玄自己的剑。”清玄正宗剑阵很强，但它不是沈道玄的剑，它是历代清玄先辈留下来守护宗门的剑。若沈道玄用它守山，他便是护宗阵。若沈道玄用他压迫无辜，他便会迟疑；而只要剑会迟疑，无相剑意便能问他一句：“你真正想护的是谁？”我闭上眼不看，只听主峰剑阵中108处剑眼的震动，听寒衣峰方向风雪不安，听藏经阁就见清明，听祖师画像前那柄古朴石剑。沉默许久后，终于发出一声叹息般的剑音。系统提示响起，检测到清玄正宗剑阵存在本星残响，可进行问剑，风险中等，是否问剑？我在心中道：“问。”下一刻，整座执法殿剑灯大亮，我手中枯枝并未变强，我也没有踏入什么无敌境界，只是所有落向寒衣峰的剑都在半空停住了。他们像想起了什么，想起自己最初被铸造出来，不是为了替掌门遮丑，而是为了护住清玄弟子，护住山门清明。沈道玄脸色骤变：“你做了什么？”我没有做什么，我只是问了问他们，还认不认清玄二字。话音落下，正宗剑阵忽然倒转，不是攻向沈道玄，而是将他与外界剑印的联系层层隔开。沈道玄体内那枚圣地剑印顿时见效，他身形一晃，脸色难看。顾晨舟的声音从远处虚空传来：“沈道玄，你竟连一个小辈都压不住！”沈道玄怒道：“闭嘴！”这一声让殿内众人听得清清楚楚。白发长老闭了闭眼：“掌门，你果然早已与圣地相通。”沈道玄沉默许久后，他像是忽然失去了所有力气：“我只是想让清玄更强。圣地给剑点，给资源，给清玄向上走的路，我有何错？”你错在把弟子当筹码，把宗门当台阶，把剑道当交易。寒衣，若当年你把林渊交出去，清玄早就不是今日的清玄。若我把他交出去，我便也不是我。以清玄也不是我。以清玄祖规，掌门若受外印牵制，不得再掌宗门剑令。沈道玄，交出掌门令吧。周长老，别再错了。周长老看着满殿剑灯，最终颓然低头。沈道玄站了很久，久到殿外天光都泛白。终于，他取出掌门令，放在了祖师画像前。我可以退，但林渊，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？圣地要的人从来没有放弃过。我知道。那你还敢回清玄？因为回家之前，总要先把门口的灰扫干净。沈道玄被正宗剑阵封住修为，送入后山撕过牙，不是处刑，不是羞辱，只是让他在祖师剑壁前重新听一听清玄最初的剑声。周长老等人也被执法殿暂押，交由珠峰共同审理。如今掌门之位暂缺，还请萧峰主暂代掌门令。我只管寒衣峰，管不了这么多人吃饭、修剑、吵架。师尊，你说的好像掌门每天都在煮粥。最后，清玄珠峰推举白发长老暂理宗务，师尊执掌剑律，我则回了寒衣峰，因为我真的需要养伤。寒衣峰重新热闹起来，从前被主峰压着不敢来的弟子，如今都偷偷上山，有人送药，有人送灵果，有人送一只胖得像球的小灵鹤。叶清离喜欢的不行，给他取名叫小白。我摸了摸那小灵鹤，认真道：“他哪里小？名字要取反，这样他就觉得自己还能再长。
我沉默，师尊在旁边喝茶，难得笑了一声。这段日子过得像梦一样安稳。我每日清晨练剑，练得不多，只练3遍。第1遍草木皆兵，第2遍无香听剑，第3遍不用剑，只是坐在雪地里听寒衣风的风。嫌你进步慢，照你这么练，3月后去了圣地，怕不是要给顾回买表演树枝抖3抖？那也挺好，至少有新意。你此处气息降得不顺，先引导回丹田，别急着出剑。还有这一缕无相剑意也压得太急，得收回去。陆惊鸿也留在寒衣峰外的小院，他没有入寒衣峰，只每日来山道前扫雪。你这是赎罪，还是抢杂役弟子的活？都算。后来有外门弟子上山，看见曾经的首席在扫雪，吓得不敢走路。陆惊鸿便让开道，还说慢些，雪滑。那弟子差点当场平地摔。我听见后笑了很久。陆惊鸿也没恼，他只是低头看着惊鸿剑，轻声道：从前我总想站在所有人前面，如今才知道，让别人安稳走过去也不算难事。3个月里，东荒风声不断，万剑圣地闭门不出。顾凌霄传来2封信，第1封说圣地内部已有分歧，许多长老不满顾无涯以剑硬控人，但无人敢正面反对。第2封只有一句话：3月开山日，顾无涯会以万剑弑你，不要只想着赢，想想他最怕你做什么。我把信读了3遍。师尊问：想明白了吗？我摇头，还差一点。师尊递给我1碗药，那先把药喝了。我闻到那苦味，整个人都顿住。师尊，我忽然觉得顾无涯也不是那么可怕。叶青离在一旁憋笑，师尊淡淡道：我喝了，苦的无相剑意都安静了。阿七幸灾乐祸。小子，这才叫真正的魔剑。3月之期终于到来，我们启程前往万剑圣地。3月之期终于到来，我们启程前往万剑圣地。万剑圣地的剑气太重，若早早以灵力赶路，到了那里容易气机不稳，不如像个凡人一样，慢慢走，慢慢看。我坐在马车外赶车，手中依然握着那截枯枝。枯枝在青木生剑意的滋养下，不仅没有腐朽，反而泛起了一层温润的玉色，摸上去像是一块打磨极好的玉石。叶青离坐在车厢里，正捧着一包热腾腾的桂花糕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小白那只胖得像球的小灵鹤，正扑腾着翅膀，试图从他手里抢一块。小白，你再吃就飞不起来了。叶青离气鼓鼓地把糕点举高，小白发出抗议的轻鸣，用圆滚滚的脑袋去蹭他的手腕。车厢里传来师尊轻柔的笑声：青离，给他半块吧，他还在长身体。叶青离嘟囔着掰了半块糕点递过去，小白一口吞下，满足的打了个饱嗝。我听着身后的动静，嘴角忍不住上扬。这样的日常，平淡却珍贵。每一次听到他们的声音，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，我拔剑就是为了留住这些声音。陆惊鸿骑着一匹凡马，沉默地跟在马车旁边，他的惊鸿剑用一块粗布包裹着，背在身后。这3个月里，他没有再动用过一丝剑气，仿佛真的成了一个普通的凡人护卫。陆师兄，前面是飞云镇了，我们要不要停下来歇歇脚？好，我去前面探探路，顺便买些上好的清新茶。萧师叔爱喝。看着他策马向前的背影，阿七在我的识海里啧啧称奇。这小子现在倒是把棱角全收了。从前那把惊鸿剑，恨不得全天下人都知道他锋利，现在倒像是一把藏锋的钝铁。我微微一笑，钝铁有时候比快剑更难折断。他找到了自己的剑桥。飞云镇是前往万剑圣地的必经之路，镇上此刻已经聚集了不少各方宗门的剑修。我们刚在一家客栈落座，便听到了周围的议论声。听说了吗？万剑圣地这次大开山门，不仅是为了迎回孤魂圣主出关，还要开启传说中的万剑剑阁。万剑阁，那不是圣地的禁地吗？据说里面藏着世间最纯粹的剑道本源。是啊，顾圣主传下话来，皆可入阁一关，只要能得到剑阁的认可，就能一步登天。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，什么剑道本源，那分明是万界剑台的外壳。顾武家这是等不及了，想用全天下剑修的剑意来强行催熟那件东西。小子，剑是可以用来守护的，但如果有人妄图把全天下的剑都收进自己的剑小里，那叫绝对的掌控。没错，顾无涯觉得世人的剑太乱，会有变数，他要的是这世间再也没有能伤到他的剑，也没有他不允许出去鞘的剑。我没有在说话，只是将杯中温热的茶水饮尽。如果顾无涯的道是束缚万物，那我的无相之剑就是让万物自由。3天后，我们终于抵达了万剑圣地的山门前。那是一座悬浮在半空中的巨大浮岛，四周环绕着12座剑锋，如同12把巨剑直插云霄。瀑布从浮岛边缘倾泻而下，水流中都蕴含着凌厉的剑气。阳光一照，折射出万道绚烂的光芒，美得令人窒息。好壮观，好壮观！这就是东荒剑道魁首的底蕴。
山门前，一条由白玉铺就的天梯直通云端，天梯两侧站满了身穿白衣的圣地弟子，他们神情冷峻，气息绵长，每一个人都如同一把出鞘的明剑。顾晨舟长老站在天梯尽头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们。清玄宗，你们终于来了。他的声音如同寒冰碰撞，没有丝毫感情。我握着枯枝，一步步走上前，淡淡道：“清玄宗林渊应约而来。”林渊，圣主仁慈，给你一次机会，想要入圣地，就自己走上这问心天梯。此梯共有999阶，每一阶都压着一道上古剑意。你若能走到顶端，便有资格面见圣主。林师兄眼睛不方便，你们这不是故意刁难吗？我抬手制止了叶青林，面向天梯，在破望剑瞳的模糊感知下，我看到了那座天梯的真面目。那不是什么问心之路，而是999道被强行锁在玉阶中的古老剑意。这阶梯上的剑都在哭，这阶梯上的剑都在哭。他在说什么疯话？剑怎么会哭？瞎子就是瞎子，我看他是怕了，在找借口吧。剑乃死物，唯有受人驱使，方显锋芒。林渊，休要装神弄鬼！哼，不敢上就立刻认输。我没有理会他们的嘲笑，将枯枝轻轻点在第一级玉阶上。阿七，我们走。好嘞，小子，让他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剑随心动。第一步踏出玉阶中的那道上古剑意仿佛被惊醒，如同猛虎般向我扑来。我不躲不闪，手中的枯枝微微一颤，青木生剑意如春风般拂过。那不是对抗，而是安抚。我听懂了那道剑意中的不甘与疲惫，我在心里对他说：“辛苦了，睡吧。”奇迹般的，那道狂暴的剑意瞬间温顺下来。他绕着我的指尖转了一圈，化作一阵清风，消散在天地间。玉阶上的威压荡然无存。我信步走上第2阶、第3阶、第4阶、第3阶、第4阶，全场死寂。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幕，在他们眼中，我仿佛不是在登一座充满威压的天梯，而是在自家后花园散步。那些足以让普通剑修气血翻涌、寸步难行的上古剑意，在我面前乖顺的如同家猫，没有惊天动地的碰撞，没有光芒万丈的爆发，只有微风拂过衣摆的轻响和那节枯枝点在玉阶上清脆的回音。他做了什么？一名圣地弟子结结巴巴地问道。没有灵力波动，没有出剑，他到底是怎么化解剑威的？顾晨舟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，他猛地一挥衣袖，暗中催动了天梯深处的阵法。刹那间，天梯后半段的数百道剑意同时暴动，化作一片绚烂的剑光海啸，向我席卷而来。林渊，小心！你们既然不愿被困在这里，那节温润的玉化诅咒，那借我一用吧。枯枝横扫，自创剑势，草木皆兵，起！万物皆可为剑。这天梯上的风，这玉阶上的风，这玉阶上的光，甚至那些暴动的剑意本身，都在这一刻听从了我的召唤。无相剑意化作一张无形的巨网，不是为了捕捉，而是为了引导。那排山倒海般的剑光海啸，在触碰到我的枯枝时，竟奇迹般的一分为二，绕过了我的身体，化作2条璀璨的光带，簇拥在我的身侧。我踩着剑光，一步登顶。顾晨舟被那股柔和却不可阻挡的力量逼得连退3步，满脸不可置信。你这是妖术！我收起枯枝，光带随之散去，化作点点星光洒落。整个过程没有伤及一花一木，更没有半点血腥气。顾长老，剑法也好，妖法也罢，我上来了。现在可以带我去见顾无涯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清脆的击掌声从前方传来。顾凌霄穿着一身月白长袍，从云雾中走出，他的眼神比3个月前更加深邃，看着我，嘴角带着一丝笑意。林渊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长老，林渊既然已经登顶，便是我圣地的贵客，接下来由我带他去万界剑耕吧。顾晨舟咬牙切齿，但顾凌霄毕竟是圣地剑子，身份尊贵，他只能冷哼一声，拂袖而去。师尊叶青离和陆惊鸿也通过另一条普通的通道走了上来，与我会合。走吧，圣主已经在剑阁等你们了。记住我心里的话，不要只想着赢。万界剑阁是一座晶莹剔透的琉璃宝塔，它矗立在圣地的最深处，周围没有一丝杂音，安静的连落叶的声音都清晰可闻。推开宝塔的大门，里面不是狭窄的房间，而是一片浩瀚的星空，每一颗星星都是一把绝世好剑，它们静静地悬浮在虚空中，散发着迷人的光晕，有的如冰雪般纯洁，有的如烈火般耀眼，有的如深海般幽蓝。这里没有丝毫令人不适的压抑感，反而美得像是一场梦境。但在我破望剑瞳的感知下，这些美丽的星光背后却连着一根根透明的丝线，所有的丝线最终都汇聚在星空的最深处，那里坐着一个人，顾无涯。他穿着一件坐着一个人，顾无涯。他穿着一件纤尘不染的白衣，身前放着一张古琴，琴弦并非丝竹，而是由纯粹的剑意凝聚而成。他没有看我们，只是随手拨弄了一下琴弦，这一声清越的剑鸣在大殿中回荡。紧接着，周围的数千颗星星同时闪烁，发出共鸣。林渊，你来了。顾无涯的声音很好听，温润如玉，却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漠然。我上前一步，将枯枝横在身前。顾无涯，我来了，来取回属于林家的真相。
真相就是，你的父母为了保护你眼中的那2把剑，自愿化作了封印。小子，他没骗你。当年林家夫妇被顾无涯逼入绝境，为了不让顾无涯得到生灭双剑，他们动用了林家秘术，将双剑封入你的双眼，而他们自己……所以你的眼睛里一直都有你父母的气息。我紧紧握住枯枝，指关节微微发白，没有愤怒的嘶吼，只有一种深深的、无力的悲伤。他们没有死于血腥的杀戮，而是化作了世间最温暖的光，护了我整整20年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他们愚蠢，他们不懂。只有将所有的剑意统运于一处，才能创造出完美的万界剑胎。这世间有太多无谓的争斗，有太多不可控的变数。只要我成了这万界剑胎之主，我便能让天下剑修都守我的规矩，从此再无纷争。而你眼中的生灭双剑，就是开启剑胎的最后一把钥匙。林渊，把他们交给我，我赐你无上荣耀。你我共享这万界太平。我看着他，忽然笑了起来。万界太平，顾无涯，你所谓的太平，就是把所有的鸟都关进笼子里，然后告诉他们，这就是天空吗？我指着周围那些闪烁的星星，你看看这些剑，它们看似华丽，实则死气沉沉。你用丝线控制了它们，抽干了它们的灵性。你不是剑的主人，你只是一个窃贼，一个害怕失去掌控的懦夫。顾无涯的眼神终于冷了下来，冥顽不灵。他轻轻一挥手，刹那间，星空倒转，数千把绝世好剑化作一场绚烂的流星雨，向我们倾泻而下。那场面壮观到了极点，没有杀气腾腾的血腥，只有极致的华丽与璀璨。保护林师兄，叶青离拔出长剑，挡在我身前。陆惊鸿也毫不犹豫地抽出了惊鸿剑，剑光如炼，护住我们的侧影。师尊则一步踏出，玲珑剑心光芒大放，化作一朵巨大的冰莲，将我们所有人护在其中。流星雨撞击在冰莲上，发出清脆如玉碎的声响，激起一圈圈美丽的涟漪。顾无涯站在流星雨之后，神色淡然。萧寒一，你的玲珑剑心确实纯粹，但你护不住它。这万界剑阁中的剑，他再次拨动那张剑意武器，琴音化作实质的波纹，穿透了冰莲的防御，直接震荡在我们的心神上。叶青离闷哼一声，嘴角溢出一丝凌厉反噬的白雾，脚步有些踉跄。陆惊鸿的惊鸿剑发出不堪重负的悲鸣，他咬着牙，死死支撑。师尊的脸色变得苍白，玲珑剑心的光芒开始剧烈闪烁，仿佛随时都会熄灭。师尊，我心中大急，别管我们。师尊回过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中充满了信任与决绝。林渊，去做你该做的事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闭上双眼。顾凌霄的话在耳边回响，想想他最怕你做什么。顾无涯怕什么？他怕失去掌控，怕那些被他束缚的剑挣脱锁链。如果我用强横的力量去对抗他，那正中他的下怀。因为在这个由他构建的剑阁里，他的力量是无穷的。我要做的不是打败他，而是解放这些剑。阿七，我在心中轻声呼唤，小子，我等这一刻很久了。阿七的声音透着一股洒脱与豪迈，我这把老骨头，今天就陪你疯一把，把你所有的感知都放开。我将无相剑意催动到极致，破望剑瞳虽然没有完全紧封，但在此刻却散发出微弱却坚定的光芒。在我的感知中，世界变成了一张巨大的网，顾无涯是网的中心，而那些剑是网上的飞虫。我举起那节温润的枯枝，没有斩向顾无涯，也没有斩向那些飞来的流星。我轻轻地将枯枝点在了虚空中的某一条透明丝线上，当一声犹如琉璃碎裂的清脆声响传出，那条丝线断了。一颗原本受控的幽蓝星辰忽然停滞在了半空中，它像是一个刚刚睡醒的婴儿，有些迷茫地转了一圈，然后发出一声无比喜悦的轻鸣。它自由了。顾无涯的脸色微微一变，你做了什么？我没有回答。枯枝如疾风骤雨般点出，当当当当当，无数声琉璃碎裂的声音在万界剑阁中接连响起，宛如一首欢快的乐章。我的动作极快，身形在流星雨中穿梭，每一次挥动枯枝，都有一条控制丝线被斩断。草木皆兵的意境被我发挥到了极致，我借用那些已经自由的剑的剑势，去斩断更多的丝线。混账！顾无涯终于失去了往日的从容，他猛地站起身，双手连弹古琴，试图重新掌控那些剑。然而，觉醒的意志是无法被强行压制的。那些重获自由的剑，并没有攻击顾无涯，而是围绕在我的身边，像是一群欢呼雀跃的孩子。顾无涯，你的网误了。顾无涯眼中闪过一丝疯狂，就算网破，只要我拿到你的双眼，我依然能重铸剑台。他舍弃了古琴，整个人化作一把通天彻地的巨大光剑，直接朝我劈来。这一剑汇聚了他毕生的修为，没有丝毫花哨，只有纯粹的毁灭。巨大的压迫感让我无法呼吸，眼中的封印剑开始剧烈震动。小子，华生剑，用我的护主剑魂作为桥梁，去接引你父母的力量。随后，我感觉到识海中那团一直陪伴我的温暖剑魂突然燃烧了起来，那是阿七在燃烧他最后的存在。前辈，我眼眶一热，别哭哭啼啼的，老夫我今天可是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林家小子，以后的路
自己走好。但它的燃烧为我铺平了拔剑的道路。我抬起手，按在自己的双眼上，生剑出鞘。这一次没有鲜血，没有痛苦，只有一团无比耀眼、无比温暖的光芒从我的眼中喷薄而出。那光芒中，我仿佛看到了父亲宽阔的后背，看到了母亲温柔的笑脸。他们没有留下一句话，只是化作了这世间最坚韧的盾牌，挡在了我的身前。生剑不是用来杀戮的剑，而是用来守护的剑。它化作一道璀璨的星河，迎上了顾无涯的毁灭光剑。两股绝强的力量在半空中碰撞，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，没有震耳欲聋的轰鸣，只有光与光的交融，只有剑意与剑意的倾轧。顾无涯的光剑在星河的冲刷下，开始一点点消融。他引以为傲的控制之道，在绝对的守护与自由面前，显得如此脆弱不堪。不，这不可能！顾无涯发出不甘的怒吼。就在这时，师尊忽然撤去了冰帘，他飞身而起，玲珑剑心化作一缕至纯至净的剑气，直接投入了我的生剑星河之中。林渊，借你一剑！师尊清冷的声音在大殿中回荡。玲珑剑心本就是世间最纯粹的剑道本源之一，它的加入让生剑的力量瞬间达到了顶峰，星河倒卷，瞬间将顾无涯吞没。光芒散去后，万界剑阁恢复了平静。顾无涯跌坐在地上，他那一身纤尘不染的白衣此刻显得有些凌乱。他没有受任何皮肉之伤，没有流一滴血，甚至连一根头发都没少，但他整个人却像是一下子老了10岁。我的剑胎！我收起生剑，双眼的封印彻底解除。20年来，我第一次真正看清了这个世界，看清了师尊略显苍白却带着欣慰的脸庞，看清了叶青离眼角的泪花，看清了陆惊鸿释然的微笑，也看清了跌坐在地上的顾无涯。他的修为散了，因为他的力量是建立在对万剑的控制之上。当那些控制的丝线被全部斩断，当他的信念被彻底击溃，他的剑道根基也随之瓦解。他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万剑圣主，而是一个失去了所有力量的凡人。对于一个剑修来说，这比杀了他更让他绝望。但他没有死，他将带着这份绝望作为一个凡人活下去。我没有再去管他，而是转头看向那些在半空中飞舞的星星，他们发出阵阵清鸣，像是在向我道别。随后，他们化作一道道流光，冲出了万界剑阁，飞向了东荒的四面八方。他们将去寻找真正懂他们的主人，去开启属于他们自己的传奇。万界剑阁从此成了一座空塔。他交给我吧。圣地也需要一个新的开始。顾凌霄，万剑圣地以后会变成什么样？会变成一个真正论剑的地方，没有剑奴，没有掌控，只有最纯粹的剑道切磋。我很期待，我由衷地说道。3个月后，清玄宗、寒衣峰、冬雪初融，漫山遍野开满了不知名的浅蓝色小花，阳光很好，照在人身上暖洋洋的。我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，正用一块软布仔细地擦拭着那截枯枝，它现在已经完全愈化，晶莹剔透，漂亮极了。虽然我的眼睛已经完全恢复，但我依然保留了每天闭眼听剑的习惯，因为有些东西用眼睛是看不到的。林师兄，快来快来！叶青离像一阵风似的冲进院子，手里举着一张红色的信笺。小白在他身后扑腾着翅膀，他比3个月前更胖，飞起来像是一个在半空中漂浮的汤圆。怎么了？汤圆？怎么了？顾凌霄寄来的请帖，他说万剑圣地重组完成了，邀请我们去参加新的论剑大会。他还说这次绝对没有乱七八糟的规矩，赢了的人可以带走圣地9条条里最好的一坛千日醉。这顾凌霄倒是越来越接地气了。师尊呢？萧峰主在后山指点陆师兄练剑呢。陆师兄现在可厉害了，他重新凝聚了剑心，虽然没有以前那么锋芒毕露，但感觉更加厚重了。萧峰主说，他以后说不定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手镯之剑呢。我点点头，心中满是欣慰。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归宿，真好。正说着，师尊和陆惊鸿从后山走了回来。师尊穿着一袭淡青色的长裙，褪去了以往那层冰冷的外壳，显得温婉而柔和。他的玲珑剑心在我的生剑滋养下，不仅完全修复，甚至更进一步，达到了圆满的境界。那缕白发也已经重新变黑。在聊什么？再来要去万剑圣地赢他们的酒。那你的剑练得如何了？若是输了，可别说是我寒衣峰的弟子。我站起身，手腕一转，枯枝在半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没有凌厉的剑气，没有震天的声势，只有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仿佛感应到了什么，轻轻摇曳，飘落了几片翠绿的树叶，落在了我的肩头。无相之剑，顺应万物。我看着师尊，看着叶青离，看着陆惊鸿，看着这生机勃勃的寒衣峰，眼前是清朗的天光，耳边是风拂过草木的清响。我微笑着开口，声音明朗而坚定：师尊放心。我握着那截玉化枯枝，笑道：我的剑很稳。风过寒衣峰，草木轻轻低伏，天高云淡，剑意长存。只是没人知道，在我右眼深处，那柄灭剑仍有一缕黑色剑光未曾散尽。生剑已出，护住了我想护的人。可灭剑真正要斩的东西，或许还在更远的万界之外。这世间的故事还有很长，但至少此刻便是最好的圆满。